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频道。那么这期教程呢，我会教你如何从0到1呢搭建一个博客网站。本期视频呢会很长啊，建议大家呢先收藏再反复的观看。那这里呢，我会从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购买开始说起。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那么无论你想建立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WordPress 博客网站，或者是一个旅游博客网站、美食博客网站，那么接下来的视频呢都非常的适合你。那这里呢，我们想要建立一个网站，不管你是用一个平板电脑还是一个手机端，那我们都需要找到一款相对比较稳定并且又安全的一个主机。那么 WordPress 的话，它是使用最多的一个网站程序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个网站程序。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主机的提供商因为我们需要租用一个服务器来储存我们的一些网站文件。那建立和运行这个博客网站，我们全程的话都会使用一个免费的工具，但是唯一呢需要我们投入的呢就是购买一个主机的费用。这里呢，小鱼儿也会教大家如何找到一个稳定并且经济又安全。那小鱼儿也会教大家如何找到一个稳定并且经济又实惠又安全的一个主机。我们这里用到的一个程序呢就是 WordPress。那这个呢也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一个网站程序之一，那也是用户使用最多的一个网站程序。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选择一个主机的提供商，因为我们需要租用服务器来储存网站的一个文件。那比如说一些图片文字信息等等，这样大家就可以轻松的访问你的网站了。今天呢，我们要用的这个虚拟主机呢，名字叫 Hostinger。这里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下面的描述栏了，大家可以去点开链接进行查看。那这个网站可以看到，我们进来它默认的一个语言呢是英文，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一个语言一个国旗，我们点一下。那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国家的语言大部分的国家的语言都有。你这里呢，我们可以甚至点一个中文。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点成一个中文。那并且还有一点呢，它的支付方式也支持我们国内的一个支付宝。那国内外的伙伴们呢都是可以。那国内外的一个伙伴呢，支付方面呢都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右上角的这个建站助手，我们点一下。那接下来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套餐进行购买。那这里可以看到3个选项，那么它每个选项呢，它的功能都不一样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下面的一些参数对比。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选择添加到购物车。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又多出来了一个选项这个呢就是1个月的。那1个月的费用呢是129块钱这个相当于是单月的。那这个呢，你买1年12个月的呢是 43.99， 那买24个月买2年的呢是 31.99， 那买4年的呢是23块9毛9。如果你确定你的网站是要长期运营下去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更长时间的一个套餐，因为你购买的时间越长了，它就越优惠越划算。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新品牌或者说新网站的话，不确定未来要做多久，那可以考虑呢选择购买1年的套餐。可以看到，因为买1年的套餐呢，它还免费可以赠送1年的域名，可以免费赠送1年的域名使用权。如果你是稳定的一个网站你是要长期做，那就建议你买48个月直接勾选这里，然后下面呢就开始，那下面呢就直接进行购买。这里可以看到你需要填一个 email 邮箱再把你的密码输入这里呢可以直接填一个谷歌邮箱就可以。那登录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看到这里有费用有一个信用卡，有国内的一个支付宝，这儿呢还有一个银联再往下呢还有一个 PayPal 这多种支付方式。那特别是对于我们国内的伙伴呢，我们直接拿手机呢就能进行付款。接下来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简单的功能，这里每日备份3个它还额外赠送3个月，有一个免费的域名，还有一个域名的一个隐私保护。接下来可以填一下你的信息、电话还有国家、地区等等。填完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支付的一个费用这里原本是要5000多，结果折后价之后只需要1000多。你这里呢直接选一个支付宝这里可以看到这后面呢有一个30天退款保障，
不用担心买完之后如果说不想要，30天内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退款。那这里可以直接提交安全付款。这儿可以看到了，选择继续购买。那当你购买完成后呢，因为我这里呢已经购买过了哈，我这边就不再给大家进行操作了，我这儿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么你购买完成之后呢，你会收到一封 Hostinger 的一个邮箱验证邮件。那么你可以点击邮件进去呢，那你可以点击链接呢进去啊，进行一个验证就可以了。第一次登录是需要设置一个密码。那如果大家还是不会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如何进行 Hostinger 的一个邮箱验证这样的教程非常的多。那么购买成功之后呢，你也会获得你的一个域名。那激活之后呢，那当你把你的主机激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主页，那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Hostinger 的一个主页。来到主页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选择一个网站这里呢选择一个添加网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有3个选择。第一个呢是利用一个 WordPress 制作一个网站。那第二个呢是用 Hostinger 的一个 AI 呢帮你搭建一个网站。那第3个呢是你可以从外部迁入你的一个网站比如说你有其他的网站，你可以直接迁移过来这里上一期的教程呢我已经给大家分享过如何用 AI 建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也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我们这里呢直接点击这个灵活定制，点击进来。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登录，你需要设置一个密码，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需要填入你的一个电子邮件。那这上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个语言我这儿选的是一个中文。那接下来呢它还需要你设置一个密码，当然这个密码的要求呢就非常的高因为涉及到一个安全，它里面包含这些一个数字一个小写字符，使用一个8到50个字符，一个符号，还有一个大写一个拉丁符号。那当你输入的时候不通过了，你就看一下缺少了什么，那你就可以把它进行这下面呢把它再补充一下。你可以点击下一个，你想建立什么网站的类型你想建立一个什么类型的网站你这里可以拉下来看一下。这里呢我选择一个博客，我们点击下一步。那这呢它有告诉你一个预建模板它就是有一些现成的网板，具有预先设计的一些页面、图像和内容，就相当于它已经有了一个模型。下面这个呢就是一个标准的主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选择跳过。这里呢它问你是想要为你的博客预选插件吗？就是问你需不需要安装插件。那这里呢我们先选一个不我想手动选择插件，那不然它可能会自动给你安插一些插件进去。点下一步。那这里呢它提供了一些插件它问你想添加哪些插件到你的博客。那么这里呢我们直接点跳过。这里呢它问你想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个博客内容吗？它可以智能帮你生成，用 AI 帮你生成。这里呢我们不需要，我们直接点跳过。这里呢你需要填一个域名你准备为你的输入你想要的域名。那这里呢如果说你购买了1年的主机服务那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使用权这里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域名呢给它输入进去。 OK 填进去之后它正在创建一个网站。那接下来呢，那么提交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可以看到它正在创建。那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这边呢有一些功能这边有一些功能，那这边呢是它的一个仪表板。那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点这个管理面板它就会跳转到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 OK 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那么同样当你来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如果说你显示的是一个英文的话，你可以先进这个设置里面进去，在这里呢把这个语言呢可以把它改成一个简体中文。那改好之后呢，你的页面就会和我一样。那在这个上面呢，你可以给你的站点呢取一个标题比如说跟你的一个，这里呢我就输入一个小鱼儿。那你这里呢还可以给它
取一个副标题。下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个站点图标。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成员资格任何人都可以注册。那这个地方我们一定不要勾选。那包括这个订阅者这里呢，如果说有人加入，我们就选一个订阅者不要把它选成一个管理了。这个是一个时区的一个设置可以看到这下面是一个时间的设置你可以更改。好了之后呢，保存更改。那回到我们的仪表盘，这儿可能有的伙伴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后台，进入这个 WordPress 的后台呢，也非常的容易。那你可以在这个网址后面加入一个WP-ADMEN， 然后按个 Enter 键这样它也可以来到后台。那么这里你直接登录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建站了。这里呢，我也建议大家呢，把你的一个后台网址给它收藏起来。那这里你可以直接点这个五角星，点击一个保存，这儿你可以编辑一下，比如说是一个在这前面呢输入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然后点击一个完成。那么你每次呢就可以在这个收藏里面来找到它可以在这下面来找到你的收藏。这样呢，我们每次打开的话就不会那么复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仪表盘这边呢是一个功能。仪表盘呢现在可以看到它有点乱，东西有点多。那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给它关掉，不再显示。接下来呢，我们点这个显示选项这些呢我们现在都不需要我们先把它隐藏起来。OK， 然后把它按钮把它放上去。那现在看到这里就干净多了。接下来你也可以打开这个文章，它里面有一些默认的文章。那这个呢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可以把它勾选直接把它移至回收站。那这儿我们在回收站来找一下，勾选一下直接把它删除，也是帮我们腾出一些空间避免一些那没用的它在里面占我们的内存。我们再看一下页面，那页面这里可以看到呢，它也有这里如果说你不需要，同样的方法移至回收站进行一个删除就可以，尽量让我们的后台呢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外观，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主题。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进行删除，因为你把它留在这个 WordPress 里面的话，它也会占用你的空间文件太多的话还会拖慢你的速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来把它删掉。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打开，这里我们右键点击把它放大，下面这里有一个删除点击确认删除。那同样的我们还是把它删除。这里的话我先留着这两个主题，那等一下我们安装好我们需要的主题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回来把这个主题给它删除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插件，那这个其实是WordPress 它默认帮我们装的一些插件。那可以看到有用的呢就留着没用的那我们这里直接点击把它删除，先勾选再禁用，禁用之后呢直接勾选删除，确认删除。那这个 Hostinger 这个插件我就先给它留着。接下来回到仪表板，那我们尽量呢要保持我们 Hostinger 的一个干净清爽把不要的东西呢都给它全部禁用或者删除掉。那这样对我们的网站速度呢，或者说我们后台的一个安全呢，都是比较有帮助的。这里呢再补充一点，我们打开这个设置，那我这里补充一点，我们打开这个评论。那这里呢我们补充一点，我打开一个，那么我们再点击设置下面呢，这里有一个评论。那如果说我们是刚开始做的话，我建议呢我们先把这个允许他人在新文章上发表评论，把这个给它关掉。那可以等到后续我们的网站呢运行正常以后呢，通过一些安全设置以后，那我们再来把它打开这里一定要先把它关掉。那这里呢要保存一下更改。那我们先来到这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个页面它这里就跳出来，我们这里先选一个新增页面，在这里来添加一个标题，那我们就给它写，那我们就直接写首页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点一下这个圈，那这个圈它就是页面设置和样式。接下来我们点第一个，那我们先选第一个这里面呢我们点一个100%，选择这个。那后面这个间距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它禁用。那这儿大家也不要着急你就跟着我的步骤一直往下扫。这里呢大家也不要急于求成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我们先学会一个流程来最后呢再来把我们的网站优化的更加的漂亮。
那下来的话，我们再找的这个标题，我们把它点开。那这个的话，我们要把它先禁用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啊，再点一次确认发布。OK， 这里来显示已经发布了。我们可以这里点击查看一下这个页面。那可以看到这上面呢，现在就多了一个首页啊，在这个一条黑色的啊，这里多了一个黑色的一个首页。那现在呢，这个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那么我们会慢慢的往里面加东西呢，就像这个网站一样。那可以看到我们的网址上面呢，后面呢也出现了一个首页2个字。那这里呢，我们要把它删掉。那这个呢才是真正啊，这个呢才是我们首页的一个地址，并不是这样就结束啊。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去设置一下。我们继续点这个回到仪表板，我们要把我们的首页设置一下。我们选择一个设置，往下呢，这里有一个阅读，可以看到呢，这里有一个静态页面。那这儿我们可以勾选一下，那么一个静态页面啊，可以在这个下面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首页，那这个首页呢，就将是以后你的网站呢呈现给别人看的第一个网站的一个域名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里呢，一定要把它设置好。那这里我们选择了一个首页之后呢，这下面就接着就保存一个更改。OK， 这时候呢，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看一下。那现在啊，它就已经被定义为一个首页了。可以看到这里呢有2个首页，这就说明我们的首页呢已经设置成功了。我们这里再回到一个站点查看一下，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已经设置成功了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首页。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到后台，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固定链接啊，在这个位置我们点一下。那什么是固定链接呢？就是说我们打开一个网站，那比如说这个网站，那它的网址呢在最顶上，我们这里的这个网址啊，它会第一印象啊呈现在一个，那它会啊在这个最顶上来呈现给大家一个网址的分类哈。那它呢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标题，那可以看到呢前面呢是一个网站地址，那后面呢这里呢就是一个标题。就像这篇文章呢，它推荐的是一个家居的一个选购啊，跟这个它的网址呢跟这个家居也是，那它的网址呢就写的这个家居推荐。那不管是一个 SEO 呢，或者说是一个访客在访问我们的网站的时候呢，那可以看起来啊，它就非常的清晰明了，并且呢，它也非常易于一个谷歌搜索。这儿我们也可以跟它一样设置啊，我们先点击一个文章名，再点击一个自定义结构，我们把后面这个斜杠呢给它删除掉，那这样呢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保存更改，那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子啊，我们点击在右上角这里呢，刚才改过名字之后，它变成了小鱼儿爱家。那下面呢，这里有一个查看站点，我们点一下，那可以看到，那这个呢我们的一个网站，那可以看到呢，其实它就是我们当前我们的网站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现在它可能看起来还非常的一个简单啊，比较基础啊，不过也不用担心，我们很快呢就要对它进行一个改造。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后台，这里我们如何回到后台呢？有2个方法。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这里呢回到我们的仪表盘啊，点鼠标呢回到一个左上角小鱼儿爱家，那么就是你的网站名称，这里下面呢有一个仪表盘。那或者呢在这个上面的网址后面用我们刚才的方法加一个斜杠，在这个后面加一个斜杠WPANMEN 这它也同时也可以帮我们返回网站。那这呢我们就点这里，直接点这个仪表板OK， 我们已经回来了。那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呢，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我想换一个主题模板，感觉呢用起来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我接下来呢我们要安装一个新的主题，那也就是一个网站的模板。那我们点击一个外观外观这里有一个主题，我们点一下，上面呢有一个新增主题，我们点击一下，在这里在右上角鼠标移到右上角，在这里我们可以搜索一个主题因为里面的主题确实太多了，如果你不搜索的话，你可能眼睛都会看花。那对于我们的一个新手朋友们来说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安装这个主题。那新手朋友们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安装这个主题它的名称呢它的名字叫 OceanWP， 我们直接搜索一下呢，可以看到它就出现了。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黄色的一个主题。那为什么推荐这个主题呢？因为它的功能呢比较丰富，而且自定义起来呢也比较的方便。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安装它正在安装。
你不喜欢这个模板呢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个你喜欢的，或者说去进行一个筛选你喜欢的一个模板。那你可以点击这里呢有一个热门的一些主题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儿呢还有一些最新的主题。找不到的话，你还可以在这里来进行一个筛选。那可以看到这里呢你的主题，比如说你是博客、电子商务，那这里非常多啊，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行业呢来进行一个选择。那这儿呢再回到我们的一个外观，这个呢就是我刚才安装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来预览一下它的效果。可以看到现在非常的简单啊，不过没有关系，等一下呢我会带大家手把手的来把它改造成一个我们喜欢的一个博客文章。这里预览好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叉把它关掉。接下来我们要启用这个主题。那启用好之后呢，可以看到这旁边呢还有2个主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删除了。我们点击删除，确定，那把这一个也同时把它放大，删除。OK， 接下来呢就只剩下这一个主题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在首页去看一下安装的一个效果，查看站点。现在里面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那没关系，等一下呢我们就来把它变得像这个网站一样啊，图文并茂。那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啊，跟着小鱼儿的步骤呢一直往下看下去。相信呢跟着小鱼儿的步骤一直看下去，那么你也很快就会做出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网站。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插件。那对于很多新手朋友们来说呢，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插件呢它有什么用啊，为什么要用这个插件。这里小鱼儿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WordPress 里面的插件呢，它其实就像我们的手机 APP 一样。那么这个 WordPress 呢，它就是手机，那这个插件呢就是手机里面的一些 APP。我们如果说想要手机的功能更加的强大了，我们可能要在手机里面安装一些不同的一些 APP 来提高我们手机一个功能。那这个插件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一样的。那么这个 WordPress 的话，它呢也是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一个建站平台。那可以看到它里面包含的一个插件的话非常的丰富啊，各种类型的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它安装起来呢却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立即安装啊，根据你的需求需要什么插件，直接点击立即安装就 OK 了。那这里呢我们就点击这个添加插件。那在这边呢我建议大家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搜索一下这个插件。那我们在这里关键词在后面呢输入一个 Elementor， 那么就是这个插件。它呢是非常好用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插件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安装人数呢已经达到了500万，它的评分呢也是非常的高。这个插件它的功能呢非常非常的强大。那等一会儿呢小鱼儿就会教大家呢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插件。接下来我们这里就点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以后呢，我们直接点启用。好了，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插件呢已经安装好了。那这里我们可以在已安装的插件里面可以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安装的一个 Elementor。 那这里我们直接把它关掉。接下来回到插件，这里呢我们还要再添加一个插件。那这次呢我们搜索一个，我们这里输入一个 Ocean Extra 在这里呢把它进行一个搜索。那这里插件名称呢我也会放在描述栏方便大家查找。大家可以直接去描述栏找到这个名字来把它复制粘贴到这里这样也会操作起来比较快一点。这个插件，那这个呢它是搭配到我们的主题配合使用的。那因为这个搭配起来使用的话，它的功能会更加的强大大家呢把这个直接给它立即安装。那接下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安装好的插件。那往下拉可以看到这下面就是刚才安装的2个插件。那中间这个不用的呢，我们是可以把它先禁用掉的。OK， 到这里的话，我们网站的一些基础设置呢就已经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缺少一些文章。这里的插件装好基本上的一些基础设置呢，我们都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创建我们的博客文章。那博客文章呢，我们就先点到这个文章的这个页面，可以看到这里呢，文章上去了，我已经放了2-3个内容进去了这里教大家如何去写一个文章如何去添加一个图片。很多新手朋友都会想，那我都不会，我也不会写，我也不知道放什么图片，那我该怎么办呢？
这里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I 来帮我们。那这儿我用到的呢，就是 ChatGPT 啊，让它帮我写了一篇文章。那这里呢，我让它帮助我啊，因为我说我要做一个家居选择为主题啊，根据这个主题来写一个博客文章啊，它直接就帮我写了我的一个文章的一个框架啊，博客的标题啊，家居选择不同的房间，家居选择精明购买家居的技巧，那么家具维护和保养。那可以看到啊，如果说你真的自己写，你可能要想几天，那这个 GPT 的话也就1分钟就帮我想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用 AI 工具啊，来帮我们节约一个时间。那这里文章呢已经有了啊，接下来呢我就需要一些图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去写一个博客文章啊，看你要做哪个行业哪个类型的。那我这儿呢做的是一个家居选择，那么它告诉我们如何节省空间。那首先呢一个转角沙发床，这里呢接下来呢我就需要去画图。那画图啊，不是让你拿着笔去画图啊，当然还是用 AI。这儿呢，我用 Midjourney 来帮我画出了一些非常漂亮的一些家居图片，可以看到。那如果说你也想用 Midjourney 来制作一个图片的话，Midjourney 呢是现在使用人数最多的一个绘图软件，它可以拿来设计，也可以拿来制作各种视频啊，或者说制作一些封面图啊，都可以。那如果说你还不会使用一个 Midjourney 的话，那么下面描述栏呢有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入门到精通的一个教程呢，大家感兴趣的呢可以去看一下啊。Midjourney 的一个便宜合作的链接呢也在描述栏。那我们这里呢可以直接把我们画好的图片呢点击 U1、U2、U3、U4 进行放大。放大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把它进行保存。那这个呢是我们做博客文章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那这个Midjourney绘图的话，有时候是需要等待的，你可以把你的提示语呢先发进去进行等待。当然呢，你还可以使用这个 APP 来绘图啊，它的名字叫 ProAI。那这个呢画出来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好，给大家展现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呢我也是通过提示语画出来的一个图片。这个网站呢，它就很多工具呢是专门来制作一个设计的，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些创意图，包括一个照片转线稿啊，一个背景生成啊，一个文字效果，这里有一个草图渲染啊，这些效果，这些工具呢都非常的不错。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下，链接在描述栏。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让它做出来，我们直接把做出来的图片呢点击这个下载按钮啊，点击下载。所有的图片制作好了之后呢，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接下来我们要点这个文章，这上面呢我们新增文章点击一下，这里添加一个标题。那标题呢我这边直接在 GPT 这边来复制粘贴。那我们在这里呢添加一个标题，往下拉，这里呢有一个摘要啊，你可以写上你这个根据标题的一个相关内容啊，把它写到这个里面。这儿呢选择一个特色图片。那这里呢提醒大家一点，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图片呢先上传进来，这里有一个上传文件，我们点一下，点选择文件，选择好图片，点打开。那可以看到这里正在上传啊，这里来显示正在上传啊，已经上传成功了。那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为这个图片呢写一个替代文本，这里面呢写一个啊，当有时候网络不好的时候呢啊，人家看不到图片，他也能看到这个文字。直接点击这个设置特色图片，这里点击发布啊，再点一下发布，可以看到这里文章已发布了。那么我们回到仪表板，我们可以继续新增文章，再点一个标题。那你可以选择英文啊，我这里直接写的中文，把它的一个简介粘贴进来，再选择一个特色图片。那再选择上传文件，选择文件，选择这个图片打开。那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啊，我无法插入的情况啊，你这里可以点击重新上传。OK， 这个已经上传成功了。同样的，我们点击一个设置特色图片，点击一个发布啊，再点一下发布啊，正在发布当中啊。发布完了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上面这个 W 啊，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那你有多少篇文章呢？就按照刚才的方法啊，新增一个文章和图片，把你的图片和文章呢全部都添加进去。那当你所有的一个文章和图片呢都已经上传好了之后呢，可以看到回到后台的文章这里呢，你发布的呢都能在这个后台看到。你也可以点进去编辑
啊，比如说这个啊，我要点进去编辑一下啊，我要把这个一给它去掉。OK， 这儿点一个更新，那这个就会按照我现在的这个去呈现。我们再返回。当然，你这个不要了呢，你也可以勾选一下啊，把它移至一个回收站啊，把它删除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点击这个顶上这个 W 的旁边，你的一个名字啊，博客名啊，下面有个查看站点，我们打开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刚才我们上传的图片和文字啊，图片和文章已经成功了。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站呢还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一个图片和文字。那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如何把我们的网站设置的更加的全，更加的完美啊。我们接着往下看，点这个回到仪表盘，可以让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创建一个博客文章的首页。这里呢，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那这里呢，我们直接找到一个页面啊，这里点击新增页面，这里呢添加一个标题，我们就直接输入一个首页，在这个旁边的，那在这个右上角呢，这个圆圈呢，我们点击一下。那这个圆圈的话，它就是一个页面的设置和样式啊。我们再点击第一个，接着点。那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100%。那后面这个间距的话，我们先把它禁用。接下来呢，我们找到一个标题，点开，那我们也先把它禁用。啊，接下来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啊，点再次发布。发布成功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击这边左上角这一个 W 啊，我们可以查看一下这个页面。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首页，这儿呢下面有一个查看页面，我们可以点一下。那这里呢，你可以去设置一个你首页的一个域名啊，一个网址。我们要去设置一下首页的一个网址，那就是这上面这个啊，我们一个网址啊，这个呢会第一时间呢呈现在一个客户的眼前啊，所以这个呢要进行一个设置。我们点击这个回到后台，找到这个设置。那这下面呢找到这个阅读，那这里可以看到啊，这里默认的话，它会是在你的最新文章啊，你要把它点到一个静态页面，你的主页呢就会显示。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一个首页，选好之后呢，这里保存更改。接下来回到页面，那我们就要对这个首页呢进行简单的一个编辑。那我们点击这个首页，那这里呢我们就点击一个首页，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编辑，正在加载中。那现在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布局。我们需要布局一下我们的整个首页。这里我也会说的比较细致啊，大家可以跟上我的节奏。我们点击添加新容器，这儿呢我们选择第一个。这里呢，新手朋友啊，我建议大家刚开始的话就选这两栏的结构啊，我们点一下它。可以看到这里呢出现了两栏，可以看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里出现了两栏哈，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往里面加一些东西，我们要增加一些内容。这儿的话，我们可以先点9个点，这里啊，这里有几个点，我们点一下。那我们把这个标题呢给它拖过来，拖到出现这个紫色的，我们就把它放下。这里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标题，我们需要一个博客的简介。如果不会写的情况下，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可以直接用 GPT 来帮我们写。这里呢，我就打开一个 ChatGPT。那这儿我使用到的是一个 GPT-4的一个 GPT 啊，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去描述栏找链接进行购买。那写文案、写脚本啊，不管你写什么啊，这个 GPT 呢，它都可以帮你完成。那这里可以看到，帮我写一个家居选购技巧的博客。我说我准备做一个家居选购技巧的博客啊，让他帮我选一个 slogan 和一个副标题。那可以看到这里呢，一个副标题、一个标题都有了啊，我觉得太少了，不够选，我又让他重新写了几个。那接下来又多了几个标题，这里呢。我就直接粘贴。大家现在主要是我们先看一个流程啊，内容的话你可以自行进行一个更改，我们只要会用了，接下来呢你可以慢慢的去优化你的一个博客文章。那我们把这个标题呢直接添加到这里面啊，现在标题就有了。那我这儿做的是一个家具选择哈，怎么样让拥挤的家变得舒适啊，写的非常的不错啊。从拥挤到舒适，如何通过巧妙设计改变你的小家。那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对这个颜色呢进行一个修改。我们可以点到鼠标移到这个后面，这里有个笔，点一下。
那这里呢可以选一个样式啊，这里呢就会有一个文本的颜色。那现在的话，我们就不单独去设置啊，更改它的这个颜色，因为等一下呢，我们要去进行一个全局的设置。比如说我们的标题啊，我们的文本呐，我们给它弄一个这个颜色。那这样的话，整个网站看起来啊，不管是颜色或者是字体啊，就比较的统一，看起来就会比较的舒服。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点这个3条杠，点这个站点设置。那这里呢，我们就选一个全局颜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设置一个我们网站的一个颜色。那么这个网站的颜色，如果说你不是专业的一个设计师的话，那你可能搭配出来的一个颜色可能会是五颜六色的，它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协调。这里呢，我推荐大家用一个网站来进行一个颜色的搭配。那这里链接我也会放在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去点击打开，跟着我一起来实操。这里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网站。那这个网站的名字叫 Hemint。 那这个网站呢，它专门是一个配色网站。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进入，可以点击这个上面右上角的生成，那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种不同的一个颜色搭配，而且这里面的颜色呢，都是一些比较主流流行的颜色啊，你可以一直点这个按钮进行一个更换。那我们要用到的一个功能呢，主要在左边，这里先给大家翻译一下。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网站，我们点击打开，主要是在下面的1、2、3这3种。这个呢是它为一个网站啊预设好的一些配色，那你可以点开来看一下，点第一个，我们选第一个。那它的配色方案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可以看一下第二种，它的配色稍微要简单一些啊，只有2、3种颜色。那这个第3种的话，它就有些复杂了啊，它的颜色就搭配的比较多了。我们新手朋友呢，建议大家先不要选择这么花啊，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用的太多了，我们就选这个第一个啊，简单大气。接下来我们可以点这个按钮啊，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一个颜色配色。那么我这里的话做的是一个家居选购啊，我就会选一个比较淡一点的颜色啊，清爽的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就不错啊，我就选这个颜色。那选好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啊，这里点击 copy 一下，回到我们的网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些配色给它更改一下。我们点击后面这个颜色部分啊，这里粘贴到这儿。那第二个次要的也给它更改一下，我们把所有颜色都给它统一下。那这个颜色也给它改一下啊，还有这个。那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个颜色啊，比如说一个背景色1，那这个颜色我们也把它添加进去。那再添加一个颜色，背景色2。那这个的话，我就目前先选一个白色啊。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边是红色，我们把它点到最左边了，这里我们就选这个颜色。那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所有的颜色呢，就已经全部统一到这一个颜色了。这里颜色全部修改好之后呢，我们要点一下，这下面有一个更新，那记得一定要更新一下啊。如果你不更新的话，那你刷新之后呢，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可能你的所有动作都是白费。那接下来点这个按钮返回啊，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字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选择一个字体。那这里字体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统一的字体啊，不要搞得太花了。我们点这个笔，那这里呢就是一个字体的系列啊，你在这里面可以选这个字体，比如说我选这个第2个字体。那这里这个呢，我也选第2个字体，我就选这个。那这个也是同样的，字体要统一 ，OK。那字体统一之后呢，同样点一下这个更新。那这里我们点击这个呢，那接下来我们就点这个先给它关掉。可以看到我的字体颜色呢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啊。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版后面这里有个笔，我们点一下。那我们把这个字体给它拉大一点啊，可以看一下你看一下你想要多大。那这个的话就有点太大了，这个37就差不多。那这儿的话，你还可以对它的行高啦它的间距这些进行修改啊。比如说你可以让它的行高你可以让它变得更高一点，或者说你把它挨得紧一点。那这个你可以看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好，这个字符的一个间距这里你可以让它离得开一点也好你可以让它密一点也可以的这个可以稍微开一点。那么这还有个词的间距这里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个调整。那调整好了之后呢，同样呢我们要点一个更新。
那这个更新呢，就相当于是保存的一个意思。接下来回到这个内容，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题。那在这个旁边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用 AI 编写，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那这个 AI 编写的话，目前它要用这个 Elementor 来进行一个编写，那需要连接。那连接的话，我们还需要注册一个账号，这里我们就先不用它后面的时候再详细的告诉大家。那这里呢一个简单的从添加首页呢到更改一些文字配色之类的就已经完成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到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那这里呢，我们找到一个页面，鼠标点的页面。那么这里呢就会有一个首页到首页我们直接鼠标点击这个首页，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那我们接着点编辑，那接下来呢就到了一个编辑页面。那这里的文字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调整一个行高，也可以调整一个字间距。那么调整完之后呢，记得一定要更新。那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一个主标题呢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副标题我们点9个点。那可以看到在标题的下面呢，这里呢有一个文本编辑器，鼠标右键按住不动，把它拖拽过来，那放到这里。当出现这个紫色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放，这里就已经把它添加过来了。我们要把副标题给它加进来。这里如果说你不知道写什么，你也可以跟我一样我这里用的是 GPT， 让它帮我写一个副标题，我们就直接把它复制过去。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描述栏也有个成品账号大家可以购买，跟着一起操作。那我们把文本直接粘贴到这里，可以看到文本就已经添加进来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文本太短那你还可以让它帮我们再写长一点。那我们直接复制，回到我们的后台，重新把它粘贴。这儿可以把这个符号给它去掉。那这里可以看到呢，它的字体呢稍微有点小，那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后面这里有一支笔，点一下，那再回到一个左侧，点一个样式，点这个排版，字体大小在这里我们把它拖动一下。当然这个字体的话不能太大你不能比一个标题还要大，这个副标题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那下面这里的字体的粗细也是可以改的。那这里呢还有一个文本装饰可以看到下面你还可以给它加上一些下划线比如说在这里加一个下划线。这儿行高这些呢你也可以改可以拖动它，改它的一个行高，还有一个字间距。那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我们这里一定要点一个更新，在这个左侧右下角点一下更新。那这个更新的话就是保存。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下面呢添加一个邮件列表。那这个邮件列表的话，对于一个商家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只要有访客进入你的网站，他如果愿意留下他的一个邮箱号的话，那这个对商家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一旦有了邮箱，后面的话你可以做很多的一个营销活动。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邮件列表，收集邮件列表的一个表单呢给它加进来。那怎么添加呢？同样我们返回到这上面的9个点，一直往下拉，拉到最下面。那这里有个 WordPress， 我们把它点开，再往下拉。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邮箱。同样我们按住鼠标的左键把它拖过来。那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它有一些内容我们直接把它删掉，那这些我们都是不需要的这些都把它删掉。那这里有个你的邮箱，那这个可以保留。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中文常用邮箱，你常用的邮箱，把这个 Go 呢给它改成提交。那么在后面的视频里面呢，小鱼儿会教大家如何把收集的一些邮箱号呢提交到我们的邮件服务器里面。因为它现在呢它的功能还没有启动所以这个要后面我们才能操作。这里呢我们点一个更新 OK。 那这里我们的邮箱设置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的它的一个边距和它的一个间距。那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高级设置，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外距内距。可能很多新手朋友对于外距内距呢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那这里呢我给大家一张图看一下比如说谷歌这里搜索一个外距内距，那以这一张图为例大家可以看到外距的话就是它外面的这一圈距离呢，这个叫外距。相信这样一讲大家都一目了然。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来，我们先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外距。这里呢我们先
点一下这个链接一样的符号啊，把它点开。在这里呢，你可以鼠标右键按住不动，那可以看到我们的邮箱，它在，你也可以一点一点的加啊，我们的邮箱在往上走。刚开始呢，它离得有点远啊，刚开始可以看到它离得非常的远，是这样子的啊，刚开始非常的远。那我们现在要让它近一点啊，离字体离上面的文字离得近一点，那我们就把它往上挪动，那可以再往上再走动一点点。OK， 这样就差不多。那么设置好之后呢，一定要点击下面的一个更新。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提交按钮呢，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颜色啊，这个颜色我需要把它更改一下。那因为我们的网站主色调里面呢，它没有这个颜色，那这个颜色放在这里呢，它就觉得很奇怪。那我们要怎样来更改它的一个颜色呢？那我们怎么样来更改这个提交按钮的颜色呢？那这里呢，我又来教大家。我们先在最顶上，鼠标回到左上角，那我们到这个点 com 这里结束啊，我们把前面复制一下，我们从新的窗口打开，把它粘贴上，直接打开。那这个呢是在一个新的页面打开的。接下来我们点一下这个自定义，如果你第一次打开的话，它可能速度会稍微有点慢。那这里呢，我们点一般选项，接下来点一般样式，那可以看到对应的颜色，提交按钮的颜色呢就是这个颜色。这里呢我们要更改它，回到配色网站，那这里呢我就用这个红色，鼠标左键点击一下copy 一下这个颜色，回到这个页面，点击选择颜色。那这里呢我们直接粘贴颜色。 OK，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变成了红色。那改了这个主颜色，接下来这个悬停主色我们也改一下，点击选择颜色，直接粘贴。那么这个颜色呢，我们可以选择比主颜色浅一点，那这里呢可以直接把这个往下拖，稍微浅一点。那再往下拉这里一个链接颜色，这个呢我们也把它改一下，回到我们的配色网站。那这我们就用这个颜色copy 一下，把它粘贴一下。这个悬停颜色呢也改变一下。那这个呢我们还是选这个颜色，复制一下，选择颜色，粘贴一下。设置好以后呢，我们点击上面这个发布，左侧的发布，这个一定要点。那发布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直接在我们的网址后面把这个后面这一串给它删掉到点 com 这里结束就行，把它删除，再按一下 Enter 键。那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红色。再回到我们刚才的编辑页面，这里让我们刷新一下，可以看到现在邮箱的这个提交已经变成了一个红色。那因为我们一开始呢，为我们的网站呢就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颜色3个颜色就可以了，不要搞得太花里胡哨。那么在后面的视频呢我会详细的教大家怎样连接，把这个邮件呢邮箱连接到我们的一个邮件系统，后面呢可以进行一个邮件营销。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已经设置完成了。接下来呢到我们的右边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添加一张图片，因为现在这个页面看起来非常的简单，那这里呢还需要一张图片。同样我们现在回到这9个点，往下一点可以看到在这个标题的旁边呢，这里呢有一个图像，鼠标左键按住，直接把它拖拽过来看到显示一个这个粉紫色，我们就把它放下。 OK， 已经添加进来了。那么添加进来之后呢，我们就需要上传一个图片。那在这里上传图片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那这里呢，它有一个要求，图片的一个分辨率是1024×1024。那这个图片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些免费的素材网站可以找到。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 AI 来生成因为 AI 生成的话，它不会存在一个版权纠纷。那这里呢，我还是推荐大家用这个ProMai。 那这个 APP 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合电商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它里面功能非常多。那这个 AI 图片生成呢，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功能。这里呢也非常的简单，新手朋友们进来登录一下就可以了。登录链接的话，我会放在描述栏大家可以去直接打开。打开之后呢，你这里只需要用你的一个邮箱登录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里你直接点一个 AI 图片生成，在这个下面描述栏里面输入你的一个描述词这个描述词怎么来的呢？大家如果不知道我这个图片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同样这儿你可以需要
啊，需要请教一个ChatGPT啊，让它来帮你写一个提示语。因为我这儿做的是一个跟家居选购有关的，这里呢我就让他帮我描述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家，虽小了，但是里面的家里面呢每个空间都合理利用起来了GPT 也是非常，那么有 AI 呢，其实写提示语都不是问题。 OK 回来，那这里呢直接粘贴到这里了，你可以选择一个风格它这里风格呢有很多种，你就选一个写实风格。那这里后面还有一个场景，这些你可以自定义。场景的话我就选一个室内的，选择一个室内风格。视角这儿还有你想要一个什么视角，那么这个视角我就自定义了。接下来这里呢，你不想让这个里面出现什么，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提示词输入到里面。那这是一个尺寸，那这里输入我选的是一个1:1直接点击这个生成。那新手朋友他这里会送你金币我们直接点生成。那这里可以看到点击生成之后它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那1分钟都不要30秒20秒就直接出图了。那这里呢直接我就把这个点击这里有一个下载，点击预览下载我们免费就直接用这个。如果说你想要更高清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个付费。图片准备好之后呢，我们直接回到这边，在左侧栏这里选择图片，选择上传文件选择文件，选中你需要的文件，点击打开。 OK 可以看到这里图片已经上传成功了。在这里呢你可以输入一个替代文本可以简单的输入一个替代文本某些时候这个图片打不开的时候呢，这个文字还能看到。那接下来就点右下角的这个选择那我们的图片就添加进来了。那当然你也可以用 Midjourney 那这里呢你还可以选择用 Midjourney 来绘图Midjourney 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绘图软件，画质也非常的高清。那你还可以选择一些素材网站，那比如说你在这里搜索一个家，点击一个，然后这里呢选择一个图片，可以看到那这个里面呢也非常多的一些免费素材。这儿呢你也可以直接下载把这个图片给它放大，你喜欢这张图片把它放大。那这里呢有个 download 我们点击一下。那这个像素的话我们就选择一个中等的就可以了，不要选择太大的不然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网页的一个加载速度。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1920或者说一个1280。那选好之后呢直接点这个，已经下载成功了。那建议大家呢跟我一样把你所有的图片呢保存在一个文档里面，并且给这个文档取一个名字方便我们查找。那找到的图片呢，同样你也可以回到这边选择文件，那么找到文件选择打开，点一个选择，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就已经上传成功了。当然你要看你的一个图片的大小，那比如说就像这个图片，那它的尺寸呢就可以看到稍微呢，那这个尺寸呢，或者说你觉得它的一个，你可以看一下图片的大小不合适的话，你这里你可以进行替换。那图片上传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呢给它加上一个圆角，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的好看一点。那这个怎么加呢？那首先呢我们还是点这个像笔一样的点击一下，那回到左边点击上面的这一个样式，往下呢这里有个边框类型，那这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默认，这里再往下有一个边框圆角，那这儿我们就可以具体的设置一个数字，还是先点下后面这个链接把它点开之后我们就可以设置。这里的话你可以直接点这个下面这个，或者说我们直接输入一个50，输了之后可以看到这个角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圆角，那其他的角呢还没有变化，那这后面呢你把它全部输成50就可以了。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就是一个圆形的图片，这个50好像稍微有点大，那这里我们可以给它改小一点，改成一个30，这个复制一下，我们把它整体改成30的效果还可以，那还可以稍微再小一点，20也可以。那这里你可以点一下这个链接，那它会自动把你全部改成一个20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个100，那它自动默认的就帮我全部都改成100了。前提我们要先点一下，如果不点的话你就需要每一个去输入，点一下的话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就可以了。这个100的话可以看呢稍微有一点夸张我们输入一个30、20就差不多可以看到它直接帮我们统一设置成一个30稍微有点圆角，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不错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左边的内容和右边的内容呢
稍微的给它进行对齐一下。现在可以看到了，这边的图片有点大，那这个下面呢有点空，那怎么设置呢？返回上面，鼠标回到这个6个点，点一下。那回到左侧栏，那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个负轴对齐。那第一个是开端，第二个就是居中。这里呢我们就点一下这一个居中。那可以看到现在呢它上下的位置就 OK 了，已经整个看起来就协调很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图片和文字下面呢加一个底色，那这样看起来它不会那么单调啊，更有设计感。那还是鼠标回到上面，点6个点，选择一个样式，鼠标往下移，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背景类型，那它有一个经典，有一个渐变。比如说你想加一个颜色，我们先点这个经典，点一下这个后面带一个红线的，点完之后它就跳出来啊。比如说你加一个颜色，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图片下面就加了一个底色。那这个如果说颜色太艳的话，看起来感觉不是很好，而且把我们的字体都已经掩盖了啊。可以看这个颜色，你都连字体都看不见了。建议大家呢选一个浅色啊，或者说选一个渐变色。那我们不想要这个颜色，我们这里只是尝试一下怎么办？这上面呢，鼠标回到上面，这里呢有一个清除键，我们点一下啊，回到原来。接下来呢，我们选这个渐变，我们点一下。那这里颜色呢，我们可以看啊，它分一个主颜色和一个次颜色。那这里一个主颜色，我们还是点这个红色的斜杠，点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先设置一个主要颜色。那第一个颜色这里呢，我们点一下，我们给它选成一个浅色的，可以选择一个白色。那再往下，这里有一个次要颜色，这里呢，我们可以回到一个配色网站，我们选择这一个浅色的，再复制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颜色，在下面的这个方框里面，我们把它复制过来。OK， 可以的，可以看到啊，我们给它加了一点浅浅的颜色。那它也不是一个纯色啊，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若隐若现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不管做什么网站的话，那这个颜色还是不要加的太多，也不要太鲜艳。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颜色太淡的话，当然你这里呢还可以点进来，你可以把它颜色，你也可以稍微给它加深一点啊。那可以看到这个呢渐变的感觉就更浓了。那这样呢，我们可以让它有一点若隐若现的感觉，你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哎，这个感觉就可以。那这样呢差不多了啊，我们这里就这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外边距。那同样鼠标呢回到图片上面的6个点，点击一下，然后选择一个高级设置。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外距啊，我们就调整一下它的外距。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个链接呢先把它取消掉。那可以看到现在它自动设置成了一个20的边距，可以看到这个边距啊非常的窄啊，这里一个边距。那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40，看一下。那这是一个40的边距，稍微再调整一下，我觉得还稍微有一点宽，35应该差不多。当你输入一个35之后，再点一下这个链接啊，它就全部帮你改成35了。那这个边距呢，其实看起来就差不多啊，边距。那我们点一下下面的一个更新。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刷新看一下我们设置好的一个效果哈。同样呢，我们把这个上面的链接地址复制一下，从新的链接打开哈。这个呢就是整个首页的一个感觉。那但是呢，这儿还是有点空啊，它两边还是有一些空啊，让我们的首页呢变得更加的丰富。那这里呢，我们还是点击这个网站名称啊，回到仪表板。那回到我们的仪表板后呢，可以看到呢，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些东西，那有一些乱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又点击这个显示选项啊，我们把这个呢先给它隐藏起来。OK， 这样看起来就干净多了。接下来呢，为了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首页安装呢，这里呢我们还需要装一个插件。那这个插件装上来，可以让我们的一个首页呢进行一个大变样。我们点击这里左侧栏这个插件，点一下，这里才需要加载一下。OK， 好了，那往下拉，那这里往上拉，鼠标回到最上面，这里有个添加插件，我们点一下。那鼠标回到右边，这里有个搜索插件，我们这里搜索一个 Postgres， 这边左侧栏的第一个啊，这个插件。这里呢，你想知道它的一些更多呢，你可以查看啊，点击详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评分呢也是非常高啊，而且它的目前为止呢已经有9万人安装了。那大家一定不要安装错了啊，这个插件啊，它带一点紫色的
啊，因为里面的插件确实太多了，这样是很容易弄错的。接下来我们点立即安装，正在安装。那安装好了之后呢，要点一个启用。如果说你不启用的话，那等一下可能你就看不到一个效果。好，接下来呢，那我们再回到插件，再刷新一下。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插件呢，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那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它又跳出来一些东西。那这个呢，我们不需要，我们就点这个 No Thanks， 把它关掉。OK， 啊，这样看起来就干净多了。接下来呢，点击左侧栏的页面，点击一个首页啊，我们就直接点这个首页2个字就可以。点这个 Elementor 编辑，继续编辑，那又回到了我们的一个首页编辑页面。那这个代表呢，我们就已经安装成功了啊！大家跟着我的步骤一起操作，如果没有看到的话，返回去检查一下。接下来点这个上面的这个9个点，那再回到一个右边，我们往下拉啊，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加号。现在呢，我们要增加一个新容器啊，我们点击一下，点一下这个加号，点第一个选择。那这里呢，我们点一个向下的一个容器啊，方向栏点一下。OK， 可以看到这里呢已经添加好了。那接下来返回这边左侧啊，点这9个点，找到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插件，第一个 TPG 啊，然后我们把它直接给它拖过来，按住鼠标的左键啊，直接把它拖到这个刚才添加的这个容器。OK， 可以看到已经成功的拖过来了。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页面又多了一些东西啊，看起来有点感觉了哈。那这边呢，回到左侧栏可以看到它这里呢一共有9个选择啊，那但是下面的6个呢，它都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那只有上面3个呢，它是免费的。那我们初期做一个网站的话，那这3个就够用了，你可以选择一个其他不同的一个样式，可以看一下它这3个选择你都可以预览一下它的效果。我们选第一个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点这个内容旁边的这个设置啊，我们点一下这个设置按钮，我们来把里面有的东西呢把它关掉。比如说这个上面这个标题，那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标题，那这个标题我们不要把它关掉，直接点这个按钮啊。 OK， 可以看到这里现在变得干净了。还有这个地方呢，我们觉得这中间呢它显示在这里也感觉有点乱，这是一个数据，那就是这个按钮。那这个按钮呢我们也把它关掉，可以看到现在中间的数据没有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上面也没有了，中间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起来就感觉简洁了很多了。那还有这个内容摘要啊，我们看看它显示的有点多。那这里字呢，它显示的太多了，我们不想让它显示的太多啊。一般的话显示个100多一点就可以了。那我们点这个按钮，点这个按钮可以看到这里呢出现了，这里呢它显示的是200个字，我们显示140个字。OK， 可以看到啊，这里显示个140个字就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点这个按钮，点这个按钮就是一个阅读更多，这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中文啊，比如说一个查看全文。那这里呢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查看全文。OK， 这里改好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改一下这个标题的颜色，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标题它是一个蓝色的。那我们的网站呢用的是这3个配色啊，我们网站的颜色也不能太杂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颜色的字体要把它调整一下。那么这个标题的颜色应该怎么改呢？我们点击上面左侧栏上面的一个样式，点一下，那可以往下看到，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这里呢鼠标移到左侧，这里呢就是一个标题的颜色啊，这里呢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那这里我们可以把我们之前复制的一个颜色的代码呢直接给它复制进来。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回到它旁边的一个小圆圈，这里我们点一下默认，那我们这个主要的颜色是这个颜色，那我们直接点一下 OK， 它就把这个颜色调成我们统一的一个最开始设置的这个颜色。那我们再点中间这个悬停颜色，这里我们也要更改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就回到我们的一个配色网站，那我们就让它变成一个红色，点一下这个颜色 copy 一下，点一下这个红色的斜杠，那把颜色粘贴到下面。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当我们把鼠标移到上面，它就变成了一个红色。这里呢字体的颜色我们就已经修改完成了。现在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呢它也是一个
是一个正方形的啊，它是一个4个角，看起来不是很美观。那这里呢，我们选择第3个，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个链接呢，这里先跟它点一下，在这里，我们想让这个幅度啊，它让它变得有点圆形，看起来美观一点。那这里我们可以先输个30看一下，可以看到这边变成了30还可以。这里我们再点一下 ，OK， 点一下这个链接，它就整个帮我们全部都修改成30了。那可以现在看到啊，它的整个形状呢，就是一个椭圆形的啊，一个长的一个椭圆形啊，这样看起来效果还不错。那这里呢，你还可以给它加一个阴影，我们可以点击下面这个笔刷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阴影。那我们点最下面这一个，点这个按钮，这里一个笔，点一下，这里的模糊了啊，这里呢你可以把它调整，就有一个阴影的效果。那么这里标题字体的大小呢，也是可以调整的。那我们鼠标回到上面，这里有个 pause， 我们点一下。那这里呢有一个笔啊，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笔这里点一下，那可以看到这下面字体的大小。那这里我们就可以调整啊，你可以大一点，也可以小一点，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啊，你认为怎样合理的话，你就调多大就可以啊。我觉得这个33就差不多，也还可以再小一点。那字体的粗细呢、大小这些啊都可以调整。这里还有一个行高字间距，这些呢都可以调整。那这里呢我就不调了，大家可以自行调整啊。这儿啊，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下面是可以调整的。那这里返回去啊，包括这个下面的一个摘要呢也是可以调整的。那我们这里点这个按钮，我们点这个 Other， 那这里有个排版啊，后面有个笔，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到这个字体也是可以调整的啊。这里你可以大一点，可以小一点。那么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可以。那同样在下面啊，这个字体呢，你看之前我们都已经统一了啊，这里就没必要再去调整它了。如果说你想把字变得粗一点啊，那下面你也可以调。这个字体的话，一般调这个15、16就差不多了。那这里设置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感觉就有点这个场面，那这个首页呢看起来就丰富多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这个左下角的更新一下。这里呢啊，因为我们要刷新一下它才会生效，我们点一下点一下左上角这一个刷新键 ，OK。那其实到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网站已经完成了一半了。那接下来呢，继续跟着我一起操作。那我们现在呢，要在这个区域上面呢，这里给它增加一个标题啊，我们还是返回左上角这9个点，点一下，往下拉，这里有一个标题，鼠标左键按住，我们把它拖过来。那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已经把它拖放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给这些文章呢写一个标题，比如这里呢，我就给它写一个选家居必看。那这里非常的明显啊，这个字体呢，它还非常的小。那我们也要调整它的一个大小，还有它的一个间距。那鼠标回到左侧栏，选这个样式，点这个排版。那这里我们来调整一下字体的大小先，可以综合一下我们上面的一个字体的大小啊，你不能比这个上面的标题的字体还要大，那么看起来它就不美观了啊。这里我们一定不能超过上面这个标题啊，个人意见哈。那这里啊，调这个30多就差不多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增加一下它的一个间距啊，这里的一个间距，点击这6个点，点这个回到左侧栏，点这一个高级设置。那么我们现在先设置它的一个外距，这里你可以先把这个链接给它取消掉。那这里呢是上面的一个外距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输入一个40，看一下40的一个间距啊，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间距，右边的间距这里呢我们也要把它改一下。那这边右边的间距啊，我们也要改一下，也给它改成一个40，还有下面的一个间距40，还有左边这边把它全部都改掉。那明显可以看到这边的间距已经出来了。那这个也可以结合我们上面的这个主标题上面的一个间距看一下，好像要宽一点。那这里设一个30或者35，我们点一下链接让它统一给我们更改。 OK， 应该对齐了，35的间距差不多。那这是一个外间距。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35还是觉得这个间距啊，可以看到这里这个间距，那这个间距你觉得不够的话，那你也可以给它留的再宽一点。
你可以在这里改成50、60都可以。那么我觉得这里30就合适啊，这些间距就差不多了啊。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下。一下左下角的这个更新键一定要点一下，不然的话你的操作都是白费啊，就相当于没有保存一样的。那首先呢，还是先要登录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现在呢需要来布局一下我们的一个文章页。首先我们要添加一个新的页面，在左侧栏呢鼠标往下滑啊，找到这个页面，点击一下啊，在上面呢我们选择一个新增页面啊，在页面的旁边找到一个新增页面，我们点击一下。在这里呢，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标题，比如说我们就取一个博客。输入好之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发布，需要再次点一下发布。OK， 这里已经发布好了。那接下来再返回一个 WordPress 后台。接下来呢，我们要找到一个设置，打开设置。打开设置以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阅读。这个文章页的话，这里呢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啊，这个文章页，我们点一下倒三角。把这个文章页呢选择这个博客，接下来呢点这个保存更改，再返回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点一下，可以看到博客，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文章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博客。那它呢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文章集合页。这里呢我们来编辑一下它，我们点一下这个博客，那鼠标呢回到右上角，这里有一个箭头符号查看页面，那我们点击一下。进入到这个页面以后呢，这里呢左上角再有一个自定义，我们现在来点一下这个自定义，点击一下。现在呢我们需要来编辑一下这个页面。首先呢我们需要进行更改，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个博客啊，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博客条目，这里我们再点一下。那这儿呢我们可以选择它展示的一个方式，可以看到呢这里呢它有5个选择，这个呢就可以调整我们博客的一个显示方式啊，可以点击看一下。那这样呢它可以看到它把这里的一个字体呢调整到左边啊，右边是一个文章。那这个呢它是上面是图片啊，下面是文章。这个呢它展示的非常大的一个图啊，这个呢它就是显示在中间的，可以看到。通常情况下呢我们选择第一个，这样子显示就可以，一个图片一边文章。那接下来呢鼠标再回到左上角，这里一个三角啊，我们返回去，再点一下，鼠标往下滑动啊，在这里呢有个一般选项，我们这里点一下。那我们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个页面标题，我们点一下。这个标题呢就是我们最上面的这个博客啊，这2个字啊，一个页面标题。通常情况下呢我们都会选择啊第一个，然后呢我们在鼠标接着往下拉，这里呢有一个图片最大化，可以看到现在它的图片呢显示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点击这个图片最大化，鼠标回到这后面，这里我们点一下啊，我们用一个缩略图的形式展现 OK， 然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这里呢我们选择成一个缩略图呢，这样看起来呢它就清爽多了。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博客条目啊，这里一个三角，我们返回去，再点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设置一下这个页面标题，我们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个一般选项，我们点进去。那这里呢有一个页面标题，那么这个页面标题呢就是这个啊，我们刚才写的这个博客啊，我们要把它隐藏起来。那这呢我们选择一个页面标题，那可以看到第一个可见性显示在所有的设备上，这里呢我们点一下这个三角，我们选择最后一个选项，而在所有设备上都不显示啊，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了，已经把它给隐藏掉了。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发布。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设置这边的侧边栏哈，这边右侧这边啊，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设置。这儿我们还是点击这个页面标题，点一个这个旁边的这个键返回，需要返回2下，再来一下 OK 好，回到这里，鼠标接着往下滑，这里有个小工具，我们点进去。那这里呢它有一个默认的边栏，我们同样点击一下这个箭头符号，点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啊，这里是区块小工具，你的主题呢提供了不同的区块啊，可以添加和编辑内容。我们可以在这边呢添加一些搜索栏，或者是一些社交图标，这里我们点一个知道了。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在这里呢，这边呢它有一些东西啊，这儿我们现在呢不需要，我们需要重新来设置一下。那这里呢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给它删除啊，怎么删除呢？这里呢我们点一下这个空白的地方，
点一个鼠标右键，这里呢我们就选中这个，按一下鼠标左键，那它会跳出来这一排选择，我们点这3个点选项，鼠标滑到最下面，这里有个删除，把它删除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已经删除了。那这个我们也不要，还是鼠标点左键，接着呢点这3个点下滑到删除，把它删除。那这些都不要，继续删除。那这个呢也不要，继续删除。那么这个呢也不要，还是把它删除。OK， 可以看到这边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已经全部把它删完了。删除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呢给它添加进来。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呢添加一个搜索框，访客进来的时候呢，他需要找什么东西，他可以在这里搜索这样的话会比较的方便。这里呢我们可以点这一个加号，添加区块。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添加呢？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添加区块。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黑色的，有个浏览全部，我们点一下。点完之后呢，我们直接在这个搜索框里面输入一个搜索，可以看到这下面跳出来一个搜索，我们就添加这个，点一下。那这里呢可以看到侧边栏呢就出现了一个搜索。这儿呢我们还可以更改一下它显示的方式，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排功能这里可以修改。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更改按钮位置，可以按钮在外部，我们点一下看它的按钮就在外部。我们再换一下看，按钮在内部，那么它的按钮呢又变化了一下，那无按钮那这个呢就只有一个搜索，后面没有一个按钮。仅按钮，那这里呢就只有一个搜索连框都没有。我们可以选一个按钮在内部。那这旁边呢有一个使用带图标的按钮，那可以看到现在呢这里呢带了一个图标，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这个呢就是一个搜索的按钮一个图标。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呢输入一个加入我们，那同样呢都是需要搜索如果说英文不好的话，大家可以用一个谷歌翻译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在这里输入一个英文搜索，把后面的稍微删除一点，就输入这个 about， 然后呢就这个我们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已经把它加进来了。那这个字体的话，标题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它改成中文，关于我们。接下来呢这里呢是一个图片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头像，需要一个头像你可以直接输入一个链接，或者说呢去上传一个图片。那么这里呢如果说你有图片的话，你可以直接返回。那这上面呢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网址呢给它 WP 这里呢把它截一下，重新打开一个窗口，我们要回到一个后台，回到仪表板。这里呢我们打开一个媒体，那这里面就有我们用过的一些图片那你可以直接选择一张图片，比如说这个图片，在这里呢你就能看到这里它的图片的一个链接地址这里你可以直接复制完之后呢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我们把这个网址给它粘贴到这里，可以看到呢这里呢它就出现了。那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想要重新做图片，那也是可以的。这里呢我们可以还是用一个 GPT， 我这里就告诉他，那么我的博客文章是最小化最大化小空间聪明的家居选择技巧，那根据这个博客呢帮我设计一个头像。 OK， 我们直接发送。有任何一些文案之类的呢，我们都可以让 GPT 来帮我们给我们一些描述词提示语。这儿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呢我也放在了描述栏，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购买来尝试。那可以看到呢它给了我们2个选择，我觉得太长，我让它简洁一点，把这个给它粘贴一下，直接翻译成英文。这儿我们再看一下，那我们直接复制。这里呢我就用一个Midjourney，这儿我就用 Midjourney 来让它来帮我画一张图。这里呢我们输入一个斜杠 image， 把我们的提示语给它粘贴进来。这儿我们给它一个参数杠杠 AR 1:1，再一个风格，输入一个版本 V6 的，直接发送。Midjourney 的话它做出来的图片呢是相当不错的。那Midjourney呢它做出来的图片设计呢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出图有的时候呢需要排队特别是一个合租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用一个 Plum AI 来帮我们设计一下。链接呢我都会放在描述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进来的话只需要用你的谷歌邮箱登录一下新手呢也是可以有10个金币可以绘图。那我们点这个 AI 绘图，直接把我们的提示语也给它粘贴进来。这里风格的话大概看一下，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室内的然后这里也是尺寸是默认1:1，我们直接点生成。
那每次生成只需要0.3个金币啊，可以看到10个金币的话，还是可以做好多图，非常的快速啊，挺漂亮的。我们就直接把这张点这个下载，点预览下载，再点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做好的图片呢，我们把它重新上传上来，点击新增媒体文件啊，这里来点选择文件，点击我们刚才的这个文件，已经添加进来了，我们把它放大，我们在这里再粘贴一下它的图片链接。OK， 回到刚才的页面，我们这里再重新输入一下，那可以看到啊，这个就已经换了啊，图片头像呢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那大家可以通过我刚才的这个方式啊，把图片呢上传到后台，再复制一个链接。那这里的话，因为这个你要想直接在这里点击上传，它这个是目前是点不动的啊，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在后台操作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是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输入你这个博客网站的一个名称啊，比如说啊，我这里是一个小鱼儿爱家 ，OK， 这里就已经帮我改好了。那接下来呢，这里是一个简介，我们这里先把它删除。如果简介不会写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个 GPT。那我们还是把上面这个给它粘贴下来，围绕博客主题最大化小空间聪明的家居选择技巧，帮我写一个个人简介。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要紧啊，我们刷新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呢，你好，我是谁谁谁啊，一个热衷于小空间设计和家居装饰的爱好者。那这可以啊，我们直接把它复制粘贴，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那我们把它粘贴进来啊，我是小鱼儿爱家，我们把这里改一下。那可以看到呢，这里的个人简介就出来了啊。这个人简介稍微有点长，但是我们可以改短一点啊，稍微简短一点。那我们让它帮我们简短一点。啊，这样就可以 OK 啊，这里你可以删除一些，你也可以直接复制过来把它粘贴。那么这里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添加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啊，比如说你的一个TikTok 链接啊，或者说你的 IG 啊，你的 Facebook 链接等等。那这里呢，我们同样点一个加号啊，在这里搜索一个 S， 那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呢就是一个社交媒体的，我们点一下。那往下拉，这个标题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关注我们，再接着往下拉，我们鼠标接着往下滑，就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呢就会出现一些你的社交媒体啊，在这里面呢，你可以填入你的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比如说一个 Facebook， 这儿呢我都是非常随意的输了一个给大家演示一下。那这里你的话是要具体填上你的一个链接，那这个 IG， 比如说你的一个 YouTuber。当我们输入了链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呢，右边它会显示啊，你已经添加成功了。可以看到这里每一个它都会在这里显示，你可以把所有的你的一个社交媒体的链接呢，全部都给它添加进来。这里添加完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加一个我们的一个邮箱订阅列表，那方便顾客他进来的时候呢，想要订阅我们的时候呢，可以找到。那我们接着往下拉。我们点这个滑动，点这个加号添加区块，这儿我们输入一个邮箱，我们点一下。那这些英文的话，大家如果不会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翻译啊，比如说你在谷歌这里翻译一个邮箱，这里它就能给你，那你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啊，你也可以找到。那这个我们就点一下，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滑了，这个标题呢，我们可以去改成订阅我们或者是关注我们。这里面呢要一个简介，那么这个简介我们可以回到 ChatGPT， 那这里我们简单复制一段，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那这个呢可以看到这边呢，我刚才修改好了之后，这里就已经全部都已经展现出来了。这个我们不要，这里呢我直接把它删除。那接下来这个呢就是你的邮箱啊，这儿我们可以改成你常用邮箱啊，我们给它改成加入或者关注都可以。那差不多这样呢，我们的一个订阅列表啊，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订阅列表呢就基本上完成了。那总体的话就是要搞得啊，要弄得简洁一点，不要弄得太复杂。接下来呢，我们再加一个最新的文章啊，这里点这个加号，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 REC， 那就是这个啊，我们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的文章已经出现了啊。这里呢，我们同样把这个标题给它改一下，就输入一个最新文章。那你想要展现几篇？比如说我要展现5篇，
那当我们改了之后，这边啊它就变成了5篇，那你也可以选择7篇啊。这里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它展现几篇啊，它就给你展现几篇，6篇。OK。那这边侧边栏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文字太小啊，那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去修改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返回顶部啊，在这里点这个返回键，回到我们的工具栏，这儿呢我们点击一个排版啊，鼠标滑到排版这里我们点一下。那么我们可以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侧栏小部件标题，我们直接点进去，可以看到它的默认字体呢是13。那比如说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20哦，可以看到这个字体变大了。你也甚至可以给它改成30，那可以看到啊，那它这个标题啊，它更改的是这个标题的文字，可以看到啊，变大了。这个30呢有点太大了，那我们输入个19，这个就差不多。那这里可以看到下面呢还有一些行高字间距呢，这些都是可以设置的啊，大家可以需要更改的话，你可以自己更改。弄好之后，记得一定要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的一个发布按钮，千万不要做了半天啊没有发布，那时间也浪费了。我们点一下这个发布。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那在这里呢，也都能看到，这旁边就多了许多东西了哈。侧边栏已经内容比较丰富了。那我们这里直接点这个叉啦，把它关掉。接下来你就能看到，在这里哈，搜索关于我们，关注我们，订阅我们最新文章。啊，侧边栏呢我们就已经添加进来了。这里呢我们也可以随便点一篇文章看一下。那么可以看到侧边栏它都有这些。那我们再换一个看一下，每一个都已经添加进来了。可以看到这里啊，关于我们，关注我们，订阅我们，你常用的邮箱。可以看到这里呢，当有人进来的时候呢，他就能第一时间呢找到我们。现在呢整个页面呢看起来就非常的专业了，并且呢再给我们的首页新增加一个页面，新增加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那这里我们的侧边栏做好之后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呢啊，它多了一排英语啊，再加上后面的一个日期。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给它简单的设置一下。在这里呢，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自定义，我们点进去一下。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滑，点击这个博客。这儿呢我们就选择一个单篇文章。那这里呢我们鼠标一直往下滑，这里有个日期呢，我们把它改一下，给它改成一个修改日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修改下来？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可以告诉访客，那这篇文章呢是最新修改的一个日期，我们最近把它进行了一个更改。那它也有利于一个 SEO 的搜索，因为搜索引擎呢它也会抓取这样一个数据。这里这个名字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它更改一下，那但是在这里呢改不了，那我们需要到后台去进行一个更改啊。在去后台之前呢，我们先给它进行发布一下，发布完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后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截取前面这个网址，重新打开一个窗口，然后它就回到了我们的后台。那这里呢我们需要鼠标回到左侧栏，这里我们点一个用户，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呢，找到中间我们的这一个管理员。那这里呢我们点一下这个编辑，那鼠标往下拉，这里呢有一个昵称啊，昵称加一个公开显示，这里我们需要修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小鱼儿爱家。那这里呢把它也改成一个小鱼儿爱家。当然这里呢你还可以填你的一个品牌的名称，这里呢更新一下个人资料。 OK， 这时候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这儿我们刷新一下，稍微等待一下，它正在转 OK 了。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它变成了一个小鱼儿爱家啊，这里是一个修改日期。那这个呢我们就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可以点一下左上角这有一个叉，我们来关掉啊，再来预览一下效果。那这里呢可以看到已经修改成功了。那接下来可以再打开我们的整个网站首页看一下，我们回到后台这里啊，回到左上角有个查看站点。那现在可以看到了，我们的一个首页呢已经非常的不错了，我们的文章页呢也已经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那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同样我们点左上角这一个啊，回到仪表盘，找到左侧栏的一个页面，点一下，点击新增页面。这里呢我们就输入一个标题，关于我们，先点这个圈，这里呢我们要设置一下，这儿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个100%，间距的话我们还是先给它禁用。那再往下拉这个标题，这里呢我们还是先给它禁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点一下这个发布，
啊，再发布一下。OK， 这个已经发布了。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上面啊，使用 Elementor 编辑一下。那这个时候就来到了一个编辑页面。那现在可以看到了，我们这个页面它什么都没有。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添加容器啊。我们点这一个加号，选第一个啊，我们还是选这个向下的这个按钮。那这里呢，我们已经添加了一个容器进来。这个时候我们回到这个上面左侧栏9个点，我们点一下，鼠标往下移，我们找到一个标题，那我们把它拖过来，鼠标左键按住把它拖过来，出现这个粉红色的我们就把它放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标题。那这里呢，我们就输入一个关于我们。这里呢，我们修改一下它的大小啊，这个字体太小了，我们找的一个样式，找的一个排版。那我们把这个字体给它稍微变大一点，33就差不多。那接下来再点这9个点，那鼠标呢接着往下滑，这里呢有一个文本编辑器，那我们同样还是鼠标左键按住把它拖过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要输入一个，我们在这里呢需要介绍一下我们自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的工具呢就是一个 GPT， 我这儿用的呢是一个 GPT 3.5 模型的。如果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可以在描述栏找到一个 GPT 账号，它是一个 GPT 的成品账号，可以直接买来就用。那这里呢，我告诉他我的博客文章是从拥挤的到舒适，如何通过巧妙设计改变你的小家。根据帮我设计一段个人简介，介绍我自己。那如果说你觉得它这里很短，你可以让它再长一点，更全面一点。那我们这里复制一下，回到刚才的页面。那么我们把文字呢输入左侧栏这里，把我们的名字输入进去。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分一下段落。那这里呢，你还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大小啊，文本。那这儿我们可以直接这里外面这一条线呢，我们可以看到，当鼠标变成2个箭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拖动它，这样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显示方式。我觉得显示这么多呢就可以，大小也比较合适。如果说你想对这个内容加粗的话，比如说这里加入我们这儿，你想把它变粗呢，可以把这里选中之后呢，上面这里有一个粗体，我们点一下，那这边可以看到明显它这里呢变黑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儿我们这个字体同样呢，也可以把它变得稍微大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加点其他的东西。我们还是点这个9个点。这次呢，我们可以拖一个标题栏过来，拖动它，看到一个显示一个粉紫色，我们就直接放。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出现了。那我们先把它字体调大一点，还是回到样式，点这个排版。把这个字体稍微给它变大一点。这里呢，我们需要打上我们的一个签名，比如说小鱼儿爱家。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字体大小你可以再调整一下，你需要它再大一点就再大一点。那这儿呢，你还可以改一个它的一个字体的设置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字体不太好看，那我想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签名，我们可以点这里上面有个字体系列。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各种字体，你可以点一下。那你可以在里面去找，你要找一个个性签名的这种非常的有个性的这种，可以看一下，非常有个性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那这个就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有个性。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设置它的一个边距了。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字体呢，它都已经超出这个边距了，这里已经超出这个线了。我们这儿要设置一下。那我们点这个高级设置，这里一个外距，我们先把这个链接给它取消掉。比如说我设置成一个30，那可以看到它的上面这里边距就很明显的已经变宽了，但是下面还没有。那你可以点一个链接整体的把它可以看到上下左右都已经同样的都变成了一个30的一个边距。30有点宽的话，那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个20，其实这个边距就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上面的一个边距，可以看到这里关于我们和最顶上这个边距这里有点窄，我们把它设置一下。我们点这6个点，点这个高级设置这里呢，我们同样把这个先给它取消一下，先设置个30可以看到这里的边距就宽了宽了许多。那我们再把它链接点一下让它整体每个这里边距都设成30。那可以看这是一个外边距。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里呢加一个图片加一个我们的头像。回到9个点，这儿来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图像，我们把它鼠标左键拖动当出现这个横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下。OK， 这里呢可以看到已经
有了。在这里呢，我们回到左侧栏，选择图片，在这里面选择一张，这里再点一下选择，那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已经选择好了。再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图片给它缩的小一点，同样我们回到这个边框这里拉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它变小了，你还可以让它再小一点。OK， 这有点太小了，稍微大一点，这个大小就差不多。那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这个图片的一个样式啊，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个正方形的，感觉不是太好看。我们点样式，那么可以看到最下面这里有个边框圆角啊，这种把链接取消一下啊，比如说输入一个30，那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边角呢已经变成一个圆形了。那我们整体再点一下链接啊，整体就变圆了。那你让它变得更圆一点啊，你可以设置成个80啊，它现在是这么圆。那还可以设置的更大一点，比如说一个200啊，现在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圆形。那么这个呢，就更像是一个头像的一个风格了。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图片太大了，你还可以拖动它，把它变得小一点啊，这样最好呢是和我们的上面的文字差不多大小。这样呢，你还可以调整它们的位置啊，你可以给它拖动到上面来，哎，把这个字呢放在下面，图片放在上面，这样也是可以的。那可以看到了，这个呢就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呢就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点一下这个更新。那接下来呢，还是回到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这里找到一个页面，在这里呢，左上角这里有一个新增页面，我们点一下。啊，这里我们输入一个联系我们啊，可以先设置一下这里。那么这个呢，还是选一个100%。再往下呢，这个标题这里还是先禁用，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一次发布。OK， 这个联系我们就已经新增完成了。接下来在做这个联系我们的页面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添加2个插件。回到左侧栏啊，鼠标一直往下滑，找到这个插件，点一下。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添加插件，我们点一下。那在右侧这里一个关键字搜索插件这里呢，我们输入一个 WPF。这里就跳出来了一个联系表单的一个插件，那就这样一个图标啊。当我们英文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只要认识它的一个 logo 啊，也可以。那可以看到呢，它呢已经有了超过500万的人，超过500万的一个安装数，那证明这款插件呢使用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这里呢，我们就点这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记得点一个启用。那如果不启用的话，光安装是没有用的。接下来呢，我们又安装另外一款插件啊，在这里输入一个 CoAdd， 这里呢第一个插件呢就是它。那这个插件的话，它是专为一个 Elementor 设计的一个 WordPress 插件，非常的好用，安装的人数呢也是非常的多啊，它的评分也非常的高。那么这里呢，我们再点一个立即安装，再点一个启用。启用成功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一个插件，再重新点击一下。我们点一下发现之后呢，我们往下拉，大家可以看到呢，这2款插件呢，我们就已经安装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表单插件。回到左侧栏呢，在最下面这里啊，它在这里出现了，我们需要选择一下来进行一个设置。这里呢，我们选第2个选项。因为我们只需要这里面其中的一部分功能，所以我们到这里来要关掉它的很多我们不要的一些功能啊，只需要留下来我们需要的就可以了。那这些呢我们都不需要，我们直接点这里关掉。那这个呢我们也不需要，这个呢我们也不需要，这个也不需要，这下面这个也不需要，那么这些也不需要。那这里呢我们只需要留下这2个就可以了，这个呢我们也把它关掉。那么整个页面呢，我们就只需要留下这个表单样式啊，这2个不关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返回去，这里保存一下。那接下来呢，回到左侧栏的最下面，这里一个 WID 一个表单，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啊，在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那么接下来我们鼠标再回到左侧栏，这里有一个表单啊，我们点一下，在这里呢。点一个新增表单，这里点我们继续。接下来呢，需要选择一个表单模板，我们就选择一个简单的。那比如说这个简单的联系表单，我们就点这个使用模板，正在加载当中。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这个简单的联系表单，点这个使用模板。回到左侧栏呢，鼠标点击一个字段，这里选择一个字段选项。这里格式呢，我们选一下啊，这我们就选一个简单。
那么这个页面呢越简单啊，就越方便，不需要搞得太过于复杂。接下来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名称，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点击一个高级，隐藏掉这一个标签啊，把这个名称给它隐藏掉。隐藏之后呢，那这个名称它就不会显示。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怎么称呼您。那接下来呢是一个电邮，那这里同样我们选择高级，把它还是隐藏掉这个标签。那这个点位附文本的话，这里我们输入一个你常用的邮箱。接下来就是一个评论或消息啊，我们先点一下这个，那到这边再来进行更改啊，还是点一个高级，隐藏掉这个标签啊，点位附文本，我们这里输入一个，告诉我你的问题。那字体大小呢，这里也可以更改，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字段大小，你可以选择一个小型、中型或者大型的都可以啊，比如说选择一个中型，选择一个大型的，一般情况下用这个中型就可以了。那么全部设置好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个保存。接下来呢，我们直接点这个叉啦，把它关掉。好，现在呢就能看到这里呢，我们创建的一个表单。这里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几个问题。OK， 我们把它关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创建我们的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那这儿呢，还是回到一个页面，在这里点击一个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点一个编辑，这儿呢我们就使用个 Elementor 编辑，点这个上面。接下来呢，我们要先在这里来添加一个容器，我们点这个加号，选第一个啊，选择一个向下。那这里呢，我们要开始，那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里呢，我们回到左侧栏，先点一个9个点。我们这里呢可以输入一个文本编辑器，当然这个标题会有点粗啊，我们这儿就直接使用一个文本编辑器。鼠标左键按住不动，把它拖过来。那出现一条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下。那这里呢，我们就需要输入一个文本，让别人联系我们。这里呢，我们需要输入一个文本。这里呢，我们回到左侧栏，把这个给它删除。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同样用一个 ChatGPT 来帮我们写。啊，比如说这里我说帮我的博客网站最大化小空间，聪明的家居选择技巧。联系页面呢，写一段文字。那这里呢，欢迎来到什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建议或合作意向，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那我们就把后面这一段给它粘贴过去，直接把它粘贴到这里。那么这前面呢，也可以再加上一个欢迎语，欢迎你联系我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以下方式联系我们。那么这样就可以了。这里你也可以把它稍微缩短一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刚才制作好的表单呢给它加进来还是点这9个点，在这里搜索一下，因为这里面的工具太多了找的话很难找，所以我们用搜索更快。再输一个 W， 那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工具在这里呢已经出现了。那我们把它拖过来 ，OK， 这个表单就已经出现在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更改一下这个表单的样式，让它看起来更好看。那我们先点一下这个笔，接下来点这个样式。那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风格，我们点一下，鼠标一直往下拉。这里呢有一个按钮样式的一个宽度我们这里点一个 Yes， 可以看到原本呢它只有这么短一个提交评论，我点了一个宽度之后呢，它下面就变宽了，那它呢就整个铺满了这一个背景颜色。接下来呢，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这个按钮呢，它现在是一个颜色有点奇怪我们把它改一下。那回到我们的配色网站，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红色，这里 copy 一下。这里第一个这里呢，我们这个斜杠我们点一下把它粘贴到这个下面。那么这里这个按钮颜色呢，我们把它更改一下。我们还是回到一个配色网站这儿 copy 一下，我们用这个红色。这里呢，我们点这个斜杠把它这里粘贴到这里。OK， 可以看到这个按钮的颜色呢，它变成了一个红色。接下来呢，我们来改一下它的一个边距。那这里呢，我们点这个按钮。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取消一下，在这儿输入一个20，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间距，这个上面就变得宽了。这里呢，下面没有了，我们给它改成一个15，输入一个15。那么我们把它调整一下，都给它变成一个15，可以看到现在上下左右的宽度都差不多。
那我们还可以给这个边框的话，给它加一个投影。这里我们点击一个高级设置，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边框，我们点一下。那这里呢有个合阴影这里呢就可以点一下，可以看到现在呢它就有一个阴影出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点一下这个布局，我们再改一下它的一个间距。我们点这个布局，那这里呢，比如说一个外距，我们先把这个链接给它取消，外距给它设置个5，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右边呢，我来个50，那可以看到这里呢，它的一个边距这里很明显，这里宽了，50有点宽，那我们可以输入一个30，30这里就差不多。下面你可以输入个100，下面它就变宽了。那左边呢？左边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输入个20。如果说你想上下左右都一样的话，那你直接把这个链接点一下它会统一一个数字。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给它输入的小一点，20。这个边距呢就差不多，这里呢可以再小一点。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圆角，给联系我们的这个地方。那还是回到一个高级设置。那还是先点一个9个点，还是先点一下这个笔，返回这个布局。我们还是要选下面这个边框，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边框圆角，这里比如说我输入个20，可以看到它的角已经变成了一个圆形。那20如果说不太明显，我们可以输入个40，40太大了，30，25就差不多这里就非常的合适。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设置整个表单呢，它离我们上面的一个间距，还是点击一个高级，点一个高级设置，点这个布局。接下来我们要设置一下上下的一个间距这里呢，我们要点上面这一个6个点，我们点一下，点一个高级设置这里呢就是开始设置一个距离。我们先把这个链接给它取消。那这里比如说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20，那么可以看到这上面呢已经空出来一个20的距离。那下面的话你可以设置成个80，可以看到下面呢这里就离得远一点了。那上面的20如果感觉有点窄的话，这我们可以调成30稍微宽一点。我们点一下这个更新，这里呢我们可以预览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我们点左下角这里一个眼睛。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那么做好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回到上面这3条横线，我们点一个退出，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做好了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怎么测试呢？这里找到我们的所有页面，在这里来找到一个联系我们这里有一个查看，我们在新窗口打开，点击鼠标中间的一个按钮。打开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复制上面的链接，从一个新窗口给它打开。那这里呢，你也可以选择用一个无痕的窗口给它打开，在这里给它打开。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测试。OK， 在这里呢，我们来简单的测试一下，输入一个邮箱。这里呢，我简单的就这样填写一下的，我提交一个评论。OK， 可以看到，谢谢你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快与你联系。那联系我们的页面呢，就算是制作成功了。但是现在这里呢，还没有一个菜单栏网站的顶端这里呢，还缺少一个菜单栏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导航栏。这里呢，也还缺少一个 logo。那再看一下我们的页脚，那我们的页脚呢，还非常的简单我们还需要再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底部栏。本期教程呢，就教大家如何添加一个菜单栏以及一个底部栏。那这里呢，我会手把手带大家一起来实操。那喜欢记得来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设置。那首先还是先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这个仪表盘。那上面这些东西可以看到又出现在了一个仪表盘，这里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那我们就来给我们的网站增加一个菜单栏，鼠标回到左侧栏，点击这里有一个外观。那么外观呢，这里面呢可以往下拉，这儿有一个菜单我们点这个菜单，上面这个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点这个叉。那需要把这个菜单取一个名字，比如说一个主菜单。
那这里呢，我们就先点击一个创建菜单，设置好以后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一点啊，这里有一个查看所有，我们点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一个博客联系我们，再点击一个添加至菜单，这边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出现了博客关于我们，联系我们。那这里呢，鼠标接着往下滑，我们在这里呢勾选一下，比如说一个顶部模块，还有一个主体，还有一个移动端。勾选之后呢，我们点击一个保存菜单。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我们回到仪表盘的左侧，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点一下。我们在新窗口打开啊，点击鼠标中间的这个按钮。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啊，小鱼儿爱家在后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博客，关于我们，联系我们。那这里呢，我们的一个导航栏呢就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一下它啊，比如说这个字体太小，我们需要把它加大一点啊。比如说这上面它也出现了，我们需要把它关掉。那这里呢，还是回到我们的首页，我们点击一下左边，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自定义啊，这有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顶部模块，我们点进去。那这里有一个一般，这个里我们点一下。这里呢有一个启用顶部栏，那就是这个最顶上这个东西哈。原本我们这里已经出现了，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菜单，这个呢我们就不需要，这儿我们就把它勾给它去掉，把它关掉。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上面已经干净了，没有了。接下来我们点一个发布，那每操作完一样，记得一定要点一个发布。那么细心的朋友呢能看见啊，这个菜单栏的下面啊，这里呢有一条横线。那如果说你不喜欢这条线，你不想要这一条线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条线给去掉。接下来我们返回，点击左侧的这个三角，点返回，鼠标接着往下滑，这里呢有一个头部，我们点一下。下来了还是选择一般，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页眉边框，这个页眉边框底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取消掉啊，我们把这个勾给它取消。OK，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一条线呢就没有了。那我们尽量的话，让我们的一个首页呢看起来简洁一点，干净一点啊，我们可以去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啊。接下来我们还是点一个发布。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菜单栏呢，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些效果啊，比如说像这个博客这些。那这里还是我们回到左侧，点击返回。那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菜单啊，我们点击一下它。那返回之后呢，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头部，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菜单。那么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链接效果，我们点击这个倒三角。那这个效果呢，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菜单栏的一个效果。这儿我们可以看，我们现在呢是无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点一个左下划线，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它在下面加了一条横线。那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上划线，这个是下面加了一条没有颜色的线，还有一个下划线啊，这个下划线可以看到它是带一个颜色的。那这个是一个括号，可以看到两边出现了一个括号，这个是划线或下划线。这还有一个下3点，下面出现3个点，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背光，可以看到。那么你喜欢哪一个效果呢？你可以添加哪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个下3点就不错，或者这一个左下划线也可以，我就选这个线。鼠标往下滑，你可以看到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添加，比如说一个链接的颜色，还有一个背景的颜色，这些呢都是可以设置的。那这个菜单栏它的一个字体大小呢也是可以更改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左侧栏这里啊，点击返回一下，还要再点一次。接下来呢，我们就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个排版，我们点一下。那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主菜单，我们点一下。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来一个字体的一个大小，现在是13啊，看起来有点小，那么我们可以跟它改成20啊，现在就变大了许多。20，如果说你觉得有点大的话，你也可以改成一个19或者17啊，这个大小就差不多。那包括这个字符的间距啊，你可以看到也是可以调整的，你可以让它们离得开一点啊，或者说让它们靠近一点啊，这个都是可以的。那这个0.6就差不多。这儿一个文字的一个风格啊，这个字体的风格也是可以改的。那么这里粗细这些啊都是可以改的。如果说你想让它
变得显眼一点，那你这里可以进行调整。那这里字体类型也是可以选的，那我们这边就选择默认的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先点一个发布，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logo 旁边呢，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儿还缺少一个 logo， 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字体，但是呢还差了一个自己品牌的一个 logo。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logo 的话，我们可以来设计一个。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Canva， 打开一个 Canva。 那么进来之后呢，我们点击右侧，这里有一个创建设计，我们点一下，我们选择一个自定义创建这里一个宽度的话选择1200，高度的选择200，然后点击开始创建。那这里我们先拖入一个字体这儿我们先喜欢哪一个字体，你可以直接把它拖过来。这里呢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标题打上你的一个品牌名字比如说我这是叫小鱼儿爱家。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拖大一点这里有一个圆点，我们这个圆点给它拖大一点。那你还可以更改这个字体，选中之后呢，这上面有一个字体更改，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字体。那这里呢你还可以更改它的一个颜色，你觉得这个不好看，那也可以给它删除，我们可以重新添加一个字体。那这儿我们还可以更改字体的一个颜色，那上面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颜色的图标比如说你可以给它改成一个白色，那么白色就看不见了可以选成其他的颜色。这前面呢有点空，那我们可以在这前面再添加一些东西我们这边点击一个元素比如说我们要跟家有关的，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个家我们在上面输入一个家。那这里你可以选第二个，这里面有很多图片，它里面还有动图。那比如说这个我们点一下把它放到这边来，可以给它拉大一点，可以给它移过来一点。那么它的颜色也是可以更改。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配色网站为了让颜色能够一致，这样我们就选择这个红色。那这颜色这里我们回到上面这个最顶上这里有个黑色就是对应的这个黑色，我们点一下。那这里呢我们把这个配色的给它粘贴进来OK， 可以看到变成了一个红色。那么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白色我们把这个字体变成一个白色的字体。白色的话它可能会看不见，那这里我们可以再复制一个，这儿我们点击上面这个复制，那上面可以看到又出现了一个。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变成一个白色，我们准备两个字体颜色。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白色就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底。那这里呢点击一个空白我们一定要点这个边上这里的一个边框的一个空白页面，我们才能把这个颜色加进去再回到上面，这里有个颜色我们给它加个黑色的底。那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底加上来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准备的两个 logo接下来我们回到右侧，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我们点一下这里呢我们选一个 download。 那如果说我们想去除一个背景的话，这里需要一个会员，那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先不用管它，等会儿我们专门去找一个去背景的一个工具把它去除。这里呢我们点一下，我们要把两个都给它保存起来，选一个 GPG， 点这个下载，已经下载下来了，看一下。那这里由于我们下载的是两个可以看到它直接压缩在这个里面，我们先把它保存了一个文档。这儿我们点一个鼠标左键，我们点击一个全部解压，点击一个提取，那可以看到这两个已经提取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去除背景的工具，那么这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描述栏。那这里我们直接上传图片 OK， 背景已经移除，我们点下载。那这儿我们再回到左侧栏，这里有个加号，再点一下，把另外一张也去除一下背景 OK， 然后点击一个下载。那我们再把它保存到同一个文档去。好，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菜单页面，回到刚才的操作页面，这里呢我们点击一个返回键，再点一下返回。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头部，点一下，这里就有一个 logo， 我们点进来。这里呢我们就选择 logo， 点一下。我们需要上传文件，点左上角选择文件。那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两张图片都给它上传上来。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黑色的，点击右下角选择，可以看到它需要裁剪一下，我们把它全部框起来，选择一个裁剪图片。那么可以看到它已经选进来了。加进来之后呢，我们要更改一下它的大小现在它非常的大，
那我们回到这边啊，更改这里我们可以，那再来我们鼠标往下滑啊，可以看到这里最大宽度啊，我们就在这里进行更改。那比如说我们要让它小一点啊，你看一下，非常的小了，大一点，那都可以啊，这个大小都可以调整。那么这个高度也是可以调整的，这儿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一个大小，那差不多就可以啊，这个大小，那调到个这个大小就差不多。那调整好之后呢，我们还是点击上面这个发布。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菜单呢，这里设置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在这中间呢添加一些东西进来啊，比如说我们一些分类啊，我们还可以把它添加进来。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这个外观，还是选择这个菜单，往下拉，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分类目录，我们把它点击打开。那么往下拉呢，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文章，我们把它打开。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它添加至一个菜单。这里呢，你比如说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呢都加到这个菜单栏里面。那这里呢，你可以点击添加至菜单。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菜单栏呢又多了许多选择。顺序的话，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效果。我们点这个左上角这里一个查看站点，我们还是从新窗口打开，点击中间这个按钮。这儿我们需要先保存一下这个菜单。好，接下来再来点击一个查看站点，那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的东西啊，刚才我们添加的文章都已经添加进来了。那这儿的顺序啊，我们也是可以调整的，还是返回到后台。这里呢，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整啊，比如说鼠标左键按住不放，我们把它往上拖，你可以调整它的位置。调整好之后呢，要点击一个保存菜单。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儿刷新一下。可以看到我把这个灵活布局呢就给它拖到这个前面来了，它排在前面来了。可以看到上面我们的 logo 呢现在也有了。那这里呢，我们的导航栏已经制作好了， logo 也已经有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设置我们的一个底部我们的底部还非常的简单，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左上角这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鼠标往下滑，这里出现了一个页脚底部，我们就点这个按钮。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更改它，我们可以滑到最底部，这里可以看到。那这下面呢，那么就是显示的这个字体，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删除，可以看到删除这下面就没有了我们可以版权，我们可以自己更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版权相关的一些声明，比如说2001至2004到现在吧，2001至现在小鱼儿爱家版权所有。那可以看到这下面我们已经修改成功了。那么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这个页脚的话它还是太过于单调了，我们需要添加一些其他的内容进来。那这里呢，我们先返回一下，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个页脚小部件，我们点击一下它。那这里列数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它是4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2页，这里当然现在你看不见这里我们先发布一下。好了之后我们再返回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工具，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页脚1、页脚2，我们先点这个页脚1，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加号，我们在这里增加一点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logo 加进来，我们点这个图片，这里呢点击上传，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一个白色的这个，点击打开 OK， 可以看到下面就已经出现了。我们这次就选择一个白色的 logo 因为它是黑色的底，那在这里呢就非常的明显了。 logo 呢已经添加进来了，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这上面有一个对齐比如说你向左对齐居中，或者向右对齐，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点一个向左对齐。那这上面这一排呢都是可以调整的，可以看到你可以放链接，可以裁剪。那么调整好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下面再添加一点简单的文本这里可以点击这个添加这里直接点击一个段落，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个文本这儿我们可以简单的输入一段，把它粘贴到这里。那这里还可以调整一下。那么好了之后呢，这个文本的颜色也是可以换的如果说这里你看不太见的话，那你可以返回这里页脚1，再返回一下，找到这个页脚小部件，我们点一下，往下拉，这里有一个文本的颜色，这里呢你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替换。那么可以在这里，它是一个黑底，我们选择一个显眼的颜色。那接下来呢，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个发布。好，我们接下来接着返回，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择一个页脚2了。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这边呢还很空，我们要在这边呢添加一些东西，比如说在这里我们添加一个邮件列表，在这里面输入一个A1，那就是这个啊，一个邮箱。可以看到这里呢已经添加进来了。有的东西像这些呢，它在这里呢有点乱，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删除，不要。这样我们直接删除。这个呢也不要，我们也把它删除。那这个标题这里呢就写，标题这里呢就写一个你常用的邮箱。标题这里就写一个加入我们，加入我们。这下面这里的话就写一个你常用的邮箱。那这里呢就改成一个提交。OK， 这里就已经完成了。那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个社交媒体，这里再点击一个添加。在这里输入一个 C， 是一个社交媒体的链接。那标题呢就取一个关注我们，往下拉，在这里呢你就加入你的一些社交媒体的链接进来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的一个 Facebook、IG， 那可以看到在我们加入链接之后呢，这下面呢它就会跳出来一个图标。当然这里呢是填你的媒体的链接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随便填了一个。那这里呢你就把你有的一些社交媒体的链接呢全部都给它加到这个下面。那么当访客进来他想关注我们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点击这个图标进行一个关注。那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底部栏呢就已经设置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这里点击左上角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效果。我们可以回到左侧点击一个返回，再点一个返回，这上面有个叉，我们把它关掉。 OK，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网站。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那可以看到上面我们的 logo 有了，我们的一个菜单栏也有了，一直往下拉。那下面我们的一个底部栏也有了。那么可以看到社交媒体的链接以及一个邮箱。最下面呢还有一个版权。我们整个网站的话涉及到的我们的网站的话基本上已经成型了不过还有一些细节呢需要完善。那我们现在呢浏览的是一个电脑端的页面，基本上已经设计的差不多了。但是呢现在有很多流量它是通过我们的移动端，那也就是我们的手机，所以呢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呢也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也需要稍微优化一下。那首先呢还是要回到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左侧栏的一个仪表盘，点击鼠标左侧这里一个页面。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一个页面，这里每一个页面呢我们都要进行一个优化。我们点这个使用 Elementor 来编辑，在左下角呢这里有一个响应模式在左下角这里我们点一下。那回到鼠标回到中间，这里呢就会出现一个桌面一个平板电脑这里呢是一个手机。那因为我们的展示的都是电脑端，那么在手机上面有的地方就会显示有点大。这里呢我需要给大家先讲明一点来，如果说你更改手机端，那它呢不会影响你电脑端和平板端的一个显示效果。那如果说你更改的是一个平板和电脑端的话，那它就会影响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说你更改的是一个平板电脑端，那么你更改一个平板电脑端的话，它就会影响手机端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它不会影响 PC 端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更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从左边往右边改先改电脑，再改平板，最后改手机，按这个顺序来进行更改。那这里呢我们现在我们的电脑端呢已经改好了，接下来我们改一个平板，我们点一下。那这个呢就是在平板电脑上面显示的一个效果。这个标题这呢有点大，这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同样我们鼠标选中这个字体，那左边会跳出来一个样式，我们可以点一下。这里我们就选一个排版这里字体大小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改小一点，可以看到这里字体就变小了，调到这个就差不多。那下面这个字体也是可以调的，那同样也是选中，这里选一个样式点一个排版，那这里呢也是可以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那这里改好的话，那手机端它也会跟着一起更改。那么这个字体呢我们还可以再小一点，这样就差不多。我们再看一下手机端，这个字体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有点看不见，
那我们这儿可以给它再调小一点。那这边平板端调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调一下手机端。那可以看到这个字体呢稍微有点大，我们再点一下这里。我们先选中，还是一样，点这个排版。那这个字体我们可以给它再小一点，这个样子就差不多。那么下面这个呢也可以再小一点。OK， 那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边距呢，这边非常的窄啊，已经靠到这个手机边缘了啊。这里我们要设置一下。选中之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把边距给它调一下。选中之后呢，我们点高级设置，我们这边选一下右边，把这个链接给它取消。我们只需要设置一下右边，这里选个10好像不行，就20。那么20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边距就可以了。那这些线的话不要紧啊，这个在手机上面它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关系。那下面一个也是一样，点一个高级设置。这里写个20，那这里我们把这个链接也给它取消一下，我们只需要把这里设置一下啊，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定的边距了，那也要设置一下，链接先取消 ，OK， 这里就有了一个边距了。这个头像的话稍微有点大，那这下面这些都需要调整一下，这里我们都给它调整一下啊，这下面就没有问题了，就能看见了。那我们把这个 logo 也给它调一下，太大了。logo 的话，我们需要去单独去设置一下。那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回到一个首页，我们点这个查看站点，在新窗口打开，我们点这个自定义，接下来这里选一个头部，这里呢选一个移动端菜单，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 logo。那这个是呢专门针对一个移动端的一个 logo， 我们选择一个图片，这里呢一个高度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设置一下。这个高度呢，我们给它设置成一个30，点击一个发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我们刷新一下看。在刷新之前呢，我们这里先更新一下，接下来再点一个刷新。刷新之后还是回到下面这个响应模式，我们点一下，看一下这个手机。那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的一个 logo 就变小了。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菜单，我们可以点一下，那这里面呢这些都能看见。那这个菜单呢，我们也可以更改一下。那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首页，这里呢我们直接往下拉啊，这边有一个显示菜单文本，那么可以有个下拉菜单样式，那这下面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显示菜单文本我们可以把它取消掉。那再往下来，这里有个汉堡包图标类，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那再往下拉呢，这里有一个自定义汉堡包按钮，我们这里可以给它修改一下啊，可以选一个 3DX。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手机菜单搜索，那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下面这个搜索框，那不要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取消掉，把这个勾给它取消。这里呢我们点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可以刷新看一下，刷新完之后还是点这个响应模式，我们点这个手机，那可以看到这个菜单没有了，现在呢只有3条横线，那我们点一下，那这里面就是一些直接点就可以了，我们的一些菜单分类非常的方便简洁。那可以看到呢，我们的一个首页呢就已经全部优化好了。那这里我们点退出，这里再点回到后台。那接下来我们修改其他的页面。那这时候我们来修改一下博客页，我们点一下。那么找到博客页，我们点一下下面的编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修改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同样呢，我们回到左侧最底部这里一个响应模式，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电脑端、平板端。那平板端可以看到这边呢，它的距离非常的窄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下，这儿我们点一下，我们把它边距给它设置一下。那这个是左边，我们把链接给它取消，左边我们给它调个20 ，OK， 这边宽一点。那下面这个也是一样，选择一个高级设置，我们把这里取消，左边这里20，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就变宽了。我们这里点一个更新，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手机端呢，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拉一下可以稍微给它拉宽一点，就这样。这个也可以调整一下。那其他的呢，基本上就不用怎么更改，那就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点一个更新，我们点这个叉关掉，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那接下来呢，再改一下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还是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我们还是回到左侧底部这里一个响应模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平板端，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拉一下调整一下。那这儿我们也可以给它调大一点 ，OK， 这样就可以。
我们再看一下手机端，那手机端的话，这里就已经有点看不清了，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先选中这个的话，标题不用，我们就下面的文本这里需要调，这边已经看不清了，还是点这个高级。我们先点这个样式，把字体先变小一点，选一个排版，字体小一点，当然也不能太小，15差不多。把这个上面的标题这个样式点一下，我们也可以给它稍微变得小一点。还有包括下面的这个 logo， 我们也要把它变小一点，这样就差不多。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边距给它调一下，我们选中之后点一个高级设置。那这里呢是右边啊，右边看不到了已经，我们这里把这个链接取消掉，右边我们这里设置一下20好像还有点看不清，那就30就差不多啊，可以看到这下面已经能看见了。那这个头像稍微有点大了，我们点一下，我们点一个样式，这里好像不能直接更改啊，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平板端，我们把这里可以给它小一点，再来看一下 OK， 这样就差不多了。那上面字也能看见，那这样调整就可以了。那看一下下面啊，这下面都能看见，都是这个中间位置，可以了，直接点一个更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点这上面的3条横线，点一个退出，这儿我们直接左侧回到一个 WordPress 后台，点这里左侧这里一个查看站点，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平板手机端呢都已经全部调整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需要这里有一个邮箱订阅，我们需要把这个地方呢连接到我们的一个邮件服务器里面，那通过邮件服务器呢来做一个邮电营销，那我们就需要启动一下这个邮箱，这里呢也是需要进行设置的。怎么样把它呢连接到一个邮件服务器里面，通过一个邮件服务器呢来做一个邮件营销。都知道在国外一个邮件营销非常的火，如果说你能做得好，那你就能挣到钱。那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网站，那这个网站的名字叫 Amazon， 那这儿我也会把一个链接呢放在描述栏。这个网站呢主要是专门拿来做一个邮件营销的一个平台。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在注册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啊，简单回答一下就可以了啊。这儿呢因为我已经注册好了，就不告诉大家，就直接操作了。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来语言，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中文。注册好之后呢，就会直接来到一个仪表板。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活动，这里还有一个自动化。这上面呢可以看到啊，非常的一目了然，有一个活动，有一个自动化，还有一个表格，有个观众，还有一个报告。那如果说你后期启动了这样一个电子邮件的话，那你在这里面呢就能看到你的一些数据。那这个呢，你有多少人订阅了你的一个电子邮件，有一个订阅者啊，这里呢联系名单这里呢也能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呢是一个表格，你可以预览启动表格。那么从第一天呢就开始收集电子邮件和短信订阅用户。这个呢是一个自动化营销，让销售事半功倍啊！在这里呢，你可以创建一个工作流程，比如说当有人订阅你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给你发一个邮件，那你就立马就可以知道。在这里看可以创建一个电子邮件活动。当你收集到一定的电子邮件，有新品上市或者说有节日活动的话，那你都可以创建这个活动呢来通知你的一些顾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博客网站。这里点击连接你的商店，可以看到这里它的平台支持很多，你可以连接你的 Shopify Wix 等等其他的一些平台都可以连接。那我们这里做的是一个博客网站这里没有我们想要选的，我们直接往下拉这里 WordPress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点进去。那它有告诉你呢如何将这个网站呢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博客网站，同时呢还可以将这个数据同步。这里呢它告诉我们步骤首先我们先回到一个 WordPress 来，先去找到这个插件。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先复制一下，我们先去安装并激活一下这个插件。那回到我们 WordPress 后台，然后点击这一个插件，鼠标往下拉鼠标回到最顶上，这里有个添加插件，我们在这边右侧这里来搜索一个插件，把它粘贴。那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第一第二个呢就出现了这个插件。这里呢我们一定不要安装错了，它有一个头像那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头像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头像。
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它有两个啊，有一个是5天前更新的，有一个是2天前更新的。那么这个呢也是阿米森的啊，在这下面你可以看到，它提醒我们该插件兼容你当前的使用的一个 WordPress 版本。那这个呢，它就是没有测试过，那么我们就选这个，直接点击一个立即安装。这里我们再点一个启用。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安装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在这个阿米森的插件中呢，粘贴这个 API 密钥。这里我们先复制一下，我们这里再回到一个左侧栏的一个插件，我们往下拉，看一下我们装好的一个插件。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插件。我们点一下这个设置，那这里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插件诊断数据收集。那么我们要收集非敏感的诊断数据和插件使用信息。那这里呢，我们要点一个允许。这儿呢，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我们找的插件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点进去，这里呢它需要连接一下啊，这儿我们再点一下。那么鼠标往下滑呢，可以看到可以把我们刚才这里的一个 API 的密钥呢，可以给它复制过来，把它粘贴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点击一个后面的一个连接，它正在连接当中。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在呢，我们已经连接到了这个阿米森的。这里呢，你可以点击去一个阿米森的，这儿可以看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已经连接上了。联系人总数这里呢已经有1个人了，可以看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再回到左侧栏查看站点，这里我们点一下，回到这里啊，你常用的邮件这里呢，我们在这儿来测试一下啊。输入一个邮箱，在这里呢输入我们的一个邮箱，这里呢我就随便输入一个，这儿我们点击一个提交看一下。那么在这里呢，你还可以进行一些设置。那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一个电子邮件呢，在这里就已经输入成功了。在这儿输入一个电子邮箱啊，我们可以测试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当有顾客呢，他在这里留下他的邮箱呢，那我们就能在这个阿米森的这个后台呢，立马就能看见。那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呢，到这儿呢，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那这个邮件营销的话，一定要把它做起来啊，因为它是一个赚钱非常好的一个工具。那视频的最后呢，我再分享一点，作为一个网站呢，安全也非常的重要啊。这儿我们还是回到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还需要安装一个新的插件。那这里呢，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插件这里。这儿点击一个增加插件，那就是出现的这第一个啊，已经超过500人安装了这一个插件。那么这个插件的话，它会自动的检测网站的安全情况啊，并且提示呢可能存在的一个风险。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安装，这儿可以看到已经安装好了。然后我们再返回一个插件，我们往下拉。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插件。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安装的一个插件。我们这里点一个启用。它已经安装成功了，那它会跳转到这样一个页面。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它有4个选择。我们前期的话，我们就直接选择一个免费版本就可以了，因为对于我们一个普通博客网站来说呢，这个免费版本呢，它就已经够用了。如果说你做的更后期的话，那么后期的话也可以啊。如果说你后期的话，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一个订阅计划。那这儿我们就选择这个免费的。这里的话，我们就先不选，我们就先点下面这个啊，在这里呢需要输入我们一个电子邮件。你希望通过电子邮件将这个 WordPress 安全和漏洞警报发送给你吗？这里我们点一个 yes， 这里同意一下，直接点下一步。那这里注册好之后呢，那它会给你发送一个邮件啊，这里已经收到了，我们需要点开它，我需要自动安装一下啊，安装一个许可证，我们点一下。那这个 WordPress 呢，大家一定要用上啊，因为这个 WordPress 大家一定要用上啊，因为这个 WordPress 的话，虽然说它是全世界使用最多的一个网站啊，但是呢，它也会存在一些小小的安全问题，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防护，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个安装许可证。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安装成功了，我们可以前往仪表盘，这儿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啊。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明了啊，一个防火墙扫描，一个安全检测。那它里面每个星期都会显示一些，比如说有没有人攻击你的网站，存在什么一些安全问题，那我们都可以点击
从左侧栏这里点进来进行一个查看，再回到我们的一个插件，可以检查一下这些插件的话一定要启用，如果不启用它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OK， 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这个呢就是小鱼儿本期的所有的，这个呢就是本期小鱼儿介绍的用 WordPress 制作一个博客网站的一个全部流程，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和一些细节呢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说你也是刚刚学习一个搭建网站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收藏这个视频可以反复的观看。那么你也可以分步制作从前面的每一期视频可以开始看。那我的每一步呢都是手把手教程，只要你跟着我的一个视频实操你也可以制作出这样一个漂亮的网站。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所用到的所有的一些工具一些链接的话都会在描述栏出现在视频简介里，包括一个域名、主机服务器，那么都可以在视频简介里找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进行实操。看1000遍的话，那你看1000遍、10000遍也是没有用的还不如自己实操一遍。做一遍的话相信你能掌握个5%、60%。那么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